我叫玉之宁，是国公府的嫡长女。3天前，我去寺庙还愿途中被人掳走，蒙住了眼，受尽无数鞭打，连嗓子也被毒哑了。这不是靖王世子妃吗？瞧他衣衫不整的样，定是被劫匪侮辱过了。不是的，我没有。他回来做什么呀？就是啊，他怎么还有脸活着？要是好人家姑娘，早就一头碰死了。还不如死在外头，省得回来丢王府的脸。回太妃，世子妃下山见红了，可要请太医。混账！你作贱成这样，也配请太医？恒儿，于氏已不清白了，你准备如何？当务之急是查清真相。那马车是靖王世子的。糊涂！你闹得越凶，王府名声就毁得越彻底。于家二小姐与你青梅竹马，娶了她，就当和这于氏从未认识过。好。姐姐，你怎么这么糊涂啊？可惜了这腹中的男胎。接你的人是父亲安排的，就是为了把罪名扣给靖王世子，帮世子上位。这3日也是我一直陪着世子的。姐姐不要！于之宁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楚儿是你妹妹，你竟下此毒手！休要啰嗦，算匕首！阿宁，与其苟活受辱，不如留下个贞洁烈妇的名声，这对大家都好。不要！怎么回事？我不是死了吗？疼，不是梦，我竟然回到了吉吉宴的前一天。大姑娘，夫人请您过去一趟，说是京城来人了。世子要娶二姑娘，不妥，不妥！世子可是要和大姑娘定下婚约的。于夫人，我对大姑娘只有兄妹之情，对二姑娘才是男女之情。此生我只娶二姑娘一人，绝不更改。原来你也重生了，裴恒，这一世已经直接改娶于宁楚。你根本不知道，太后选你当太子是因为我是你的妻，没有我，你裴恒什么都不是。阿宁，刚才世子的话我都听见了。世子既喜欢二妹妹，定下婚约便是，何必扯上我？我与楚儿两情相悦，你作为姐姐应该懂事些，莫要怪楚儿。阿宁别说胡话，这门婚事还是你的。来人，去把二姑娘带来，谁敢跟阿宁争抢，我饶不了他。二婶，我何曾说过要嫁靖王世子了？世子心于二妹妹，与我何干？阿宁，你莫要说气话。我竟不知拒绝在二奶眼里成了气话。二娘这是要逼死我吗？阿宁，你怎么这般跟长辈说话？母亲，世子，快告诉大家，你无心嫁给世子，这婚事是你姐姐的。不，大姐姐才是长女，我绝不会和大姐姐争。世子的情义，恕难从命。无论你使什么手段，我都不会娶你。天下男子诸多，又不是只有世子一人可嫁。于庆楚，你喜欢随意拿走就好，为何非要往我头上按罪？既然大姑娘都这么说了，二姑娘你就欣然接受下评吧。至于明日吉间宴，想必大姑娘心里已有了其他打算。母亲，阿宁这孩子性子太拗，心里明明盼着世子，见了面却非要闹脾气。这要是传出去，咱们于家明日的吉祭宴可就成笑柄了。阿宁，还不快给世子赔罪！祖母，尊女刚才说得很清楚，我不嫁。放肆！你现在是连我的话也不听了吗？大姐姐，你就听祖母的吧。你若不肯点头，我这辈子都会良心不安。世子，你瞧，二妹妹心疼你呢，她口口声声让我嫁，分明是嫌弃靖王府门第，不想委身于你。依我看，这门亲事作罢才是上策。你当真不愿嫁？大姐姐，你怎么能这么编排我？既然世子诚心求娶，你们又两情相悦，那便成全。至于我明日的吉金宴，我已有打算，抛绣球，现场选亲。抛绣球，简直丢尽了于府的脸面。阿宁，你若高嫁不成，我那宋家侄儿正当适龄，嫁过去我定会照拂你。二婶说的是那个调戏贵女被断了腿的残废，这种烂心肝的东西也配？母亲，阿宁性子野，不似楚儿这般旺夫，
不如明日让楚儿和世子定亲，双喜临门。二婶，我与靖王府的婚约是谭家保媒，谭舅舅如今可是吏部尚书，若让舅舅觉得是二婶从中作梗，坏了二叔的升迁之路，那就依阿宁，明日抛绣球，谁接住了你就嫁谁，没有后悔，绝不后悔。红烛，姑娘，您叫奴婢。换件干净衣裳，随我出府。姑娘，红烛只是个粗使丫鬟，您使唤她做什么？本姑娘做事需要你教。跪下！奴婢不是这个意思。我不回来，不准起来，好好反省什么是规矩。神气什么？活该被世子嫌弃。姑娘，这种地方不是您该来的。拿着，进去找老鸨打听靖王世子裴玄的去向，把这个香囊露出来，把请帖亲手交到裴玄手里。奴婢不敢。你不敢？办成了，往后你就是大丫鬟，每月3两月例，顿顿有鸡腿。姑娘，事儿办成了，靖王世子说明日一定准时到场。听说了吗？靖王世子亲自上门改娶了余家二小姐。这大姑娘脾气暴躁，哪比得上二小姐端庄？难怪世子嫌弃。听说大姑娘明儿要在吉碧宴上抛绣球招亲，怕是没人敢接吧？不必理会，明日自会见分晓。阿宁，你当真要我接绣球，不是赌气？不是。好，你只管抛，谁敢抢，小爷弄死他！不对啊，刚才分明听见有男人说话的声音。你们好大胆啊！红烛，给我打！你敢打我？姑娘消消气，金香也是担心您的安危。姑娘别生气，老夫人定能给您挑门更好的婚事。就是这两个人，前世引我去后山，让我落入魔窟。大姑娘有何吩咐？这两个奴才吃里扒外，坏了规矩。张管家，全部发卖，一个不留。姑娘要卖了奴婢们，尤其是云香，满嘴胡言，污蔑主子清誉，给我迈入贱籍！主子饶命啊！不要啊，主子，我错了，放过我吧！奴婢们知错了。堵住嘴，全部拖出去！主子饶命啊！阿宁，不是二婶说你，纵使被退了婚，也不能拿贴身丫鬟撒气，一次卖了2个，未免太任性。二婶是对我有偏见，不问缘由就认定是我的错。祖母，昨日君香诬陷孙女房中藏人，翻箱倒柜，另一丫鬟不仅不拦，反而推波助澜。孙女使唤不动，难道换个人伺候也有错？可允香说，她确确实实听见了男人声音，那她可曾搜到了人？孙女不跟二妹妹争世子，二婶为何还要在吉祭宴当日败坏孙女名声？够了，不过几个丫鬟，换了就换了。今日大喜，你非要找晦气不成？一家子姐妹一荣俱荣，阿宁名声坏了，楚儿能落得好？于大姑娘今日真要抛绣球，谁接都嫁。余家一言九鼎，绝不赖账。你身为嫡女，何必为了同我置气而作践自己？只要接到绣球的男子无妻妾，身无婚约，年岁适宜，不论身份，我必嫁。裴玄，这种名声，你也敢来抢亲？本世子如何，与你有何干系？见过世子，令月吉日，史家原图，弃而幼稚，顺而成德。阿宁，吉吉礼毕，该抛绣球了。
抛绣球选亲，如此自甘下贱，真是丢尽了脸面。阿宁，现在后悔还来得及，舅母替你撑腰。舅母，阿宁不悔。若有婚约在身者，胆敢滥竽充数，定重罚不贷。一旨到。太后竟然派了亲信来。于大姑娘，太后知您今日及笄，特来赐主，封于家嫡女之宁为郡主，封号长宁，赐良田100亩，黄金1万两，钦此。臣女长宁，谢太后隆恩。郡主，太后听闻您今日选亲，特让奴才等一等，好回去复命。阿宁，这也太胡闹了！滚开！哎呦，靖王世子，你不讲武德，竟动手打人！既是抢，自然看手段，怪你自己技不如人。祖母，既是景王世子拿到绣球，这门婚事我认。老夫人，今日是3喜临门呐！赐婚郡主与景王世子裴玄，10月初8完婚。太后有旨，召景王全府回京。召景王府回京？太后竟然看中了裴玄，这怎么可能？长公公，太后是不是弄错了？太后说景世子真诚难得，这桩婚事深得太后心。阿宁，你不能嫁裴玄，二叔的升迁全指望靖王府，裴玄名声狼藉，会害死你的。阿宁，听我一句，嫁入宋家对你才是最好的，将来我会照顾你。嫁给裴玄，有你苦头吃。靖王世子是在质疑太后的眼光，我这是在为你好。我与你非亲非故，你凭什么为我好？又有什么资格管我？大姐姐，你是不是早就和景世子定好了？还有昨夜允香在你院里听见了男人说话的声音，那人是不是景世子？大姐姐，我不是故意说漏嘴的，只是你太糊涂了。景世子那副德行，你怎能因为置气就……于之宁，给楚儿赔罪！今日我及羲，于沁楚却当众污蔑长姐青羽，究竟是他愚蠢，还是心思恶毒？说我屋里有男人，证据呢？是丫鬟说的。这二姑娘口无遮拦，安的什么心思？于国公府今日必须给我谭家一个交代。谭大夫人，阿宁昨晚发疯卖了2个贴身丫鬟是事实，抛绣球也是她自己求的。家门不幸，连她早早没了娘，却不想做出这种事，怪不得要急着抛绣球。红烛，把人带上来。这些财物是在他们房中搜出来的，我平日打赏不少，但这种贵重物件，他们从哪儿来的？你的丫鬟，自然是你，想说什么就是什么。昨夜晕香搜寻未果，我卖人是家务事。二妹妹，你又是如何得知昨夜钟灵院细节的？够了，于之宁，你是长姐，不该顶撞长辈，更不该动手打人。罚你跪祠堂2日，抄家规100遍，以儆效尤。前世我就是这样被他们一步步坏了名声，最后被逼自刎。这一世我绝不低头。阿宁，你今日确实过激了，入了京，收敛些，多谢舅母提点。刑部尚书空了，靖王举荐了老二，咱们于家下个月就能回京了。这是二婶特地让人从苏州弄来的云服锦，一共16匹，府上姑娘都有。流光溢彩之下，竟是数条人命和浸泡布料的鲜血。前世宋氏就是用这4匹布，让我背负了草菅人命的恶名，更害我挨了30棍，终生难愈。阿宁，你是不是还在生二婶的气？那日是误会，我已经教训过楚姐儿了。我怎会和二婶、二妹妹生气呢？这浮光锦极难得，二婶费心了，阿宁甚是感动。你能明白就好。
祖母，我身为长姐，理应谦让，不如让几个妹妹一块来挑选吧。顾嬷嬷，去请三妹妹她们。这颜色过于艳红，本是留给阿宁的。自家姐妹不必客气，我的大红衣裳够多了，这匹三妹妹拿走便是。兰姐儿，你平日不是喜欢素雅的吗？这颜色太亮，反倒衬得你不伦不类了。不如给阿宁吧。原来三婶儿也参与其中。既然你们想害人，那就成全他们。三婶儿，三妹妹模子娇艳，穿上定能艳压群芳。多谢大姐姐。一匹料子而已，既然阿宁大度，就给兰姐儿吧。靖王世子又陪二姑娘出去了，真体贴。是啊，二小姐可是小福女，老夫人的些。于庆楚，你就先得意着，新仇旧账，我们京城算。红烛，你可有交好的机灵姐妹？奴婢只是莫等，没人愿亲近。以后就有了。冬琴、春芽、林妈妈、云深，你们四个出来。郡主，红烛这种粗使也就罢了，他们四个也是下等。您若缺大丫鬟，奴婢愿自荐。即刻去正房找二婶取你们四人的卖身契，若她不给，就说我亲自去请安。从今日起，你们四个和红烛是大丫鬟，林妈妈负责掌事。凭什么？郡主厚此薄彼！主子说什么就什么，胆敢惊扰郡主，找死！从今日开始，若有人敢吃里扒外，绝不轻扰。郡主，您怎么确定冬琴一定能从二夫人那儿取回卖身契？裴恒正陪着祖母用膳，宋氏担心我去捣乱，更怕谭家在回京之路上使绊子，他只能忍。冬琴前世溺毙，这辈子我定要护住这个得力干将。祖母，你怎么来了？顾嬷嬷不是说免了请安？孙女谨记祖母教诲，晨昏定数，不敢懈怠。大姐姐，前几日是我误会你了，你可是怪我了？阿宁，楚儿已赔罪，你莫不是以为做了郡主就可以随意欺负锦衣？那一巴掌也该还回来。二妹妹一时失言，我怎会揪着不放？那一巴掌是我下手重了，二妹妹别往心里系。擢升于正卿为刑部尚书，3日后赴京上任，钦此。微臣叩谢隆恩。咱们初姐儿果然是个福女，咱们要回京当官家夫人了。往后咱们就是一家人。若你知道楚儿才是能忘我的福星，不知你会后悔成什么样。可惜太后那点宠爱救不了你。郡主，不对劲儿，大夫人留下的库房进贼了。大夫人的库房进了贼，不少东西都被以次充斥，还有许多首饰也不见了。郡主放心，奴婢定办妥。12年了，终于回来了。如今大房是国公，二房是尚书，一门2位世子妃，何其荣耀！景世子不靠谱，这婚事我还在考虑，你不可与他走得太近。若能退婚，便退了。二婶定从宋家给你找门好亲事。孙女听凭祖母，二婶做主。夫人，不知哪来的烈马撞了车队，好几辆车翻了，路被堵死。这不是余家吗？怎么箱子里全是发霉的烂布、发黄的废纸？郡主，咱们大夫人留给您的嫁妆全被撞烂了，拿都拿不起来。大姐姐，你的丫鬟怎能这般大呼小叫？
这可都是我母亲的嫁妆，怎会变成这样？二婶，母亲嫁妆的钥匙一直在你那儿，这拙劣的字迹绝非真纸，这些东西怎么回事？瞎嚷嚷什么？回府再说。明居堂开阔，我就住那儿。旁边的玉秀阁，明居堂是大房的，不准动。至于玉秀阁精致漂亮，就给楚儿住吧。多谢祖母。你就搬去丹霞阁吧。是，住吧，于清楚，我让你怎么住进去，就怎么滚出来。郡主放心，那些人已回灵州躲好了，明日京城定会传遍宋氏偷换嫁妆的丑闻。好，过阵子我助你重振镖局。奴婢多谢郡主。太后听闻郡主入京受惊，特设接风宴，命老奴接郡主入宫。单独给阿宁，还是整个余家？自然是给郡主。余国公府在京城权贵中不过尔尔，哪知当太后专门设宴。于老夫人，不知郡主歇在哪儿了？奴婢给公公带路。哎呦，郡主呀，您身份尊贵，怎能自己打扫呢？太后早早就惦记您了。若知道您刚来京城就受这等委屈，这还不得心疼死？昌公公今日怎么来了？太后召您入宫，特备了接风洗尘宴。公公稍后，我这就去换身衣裳。大姐姐这地位高了，就是不同。祖母养育之恩还在，你却独自入宫，也不替余家说句话。阿宁啊，你若有孝心，就该求昌公公让余家一同入宫。二夫人教导的是，我方才求了公公，请余家一同入宫。昌公公怎么说？公公说回信太后，太后已准许余家满门入宫。太后现在的火气正旺，你们既然想去送死，我便成全你。大姐姐这身也太寒酸了，真丢余家的脸。世子妃今日真美。于老夫人，太后召您去慈宁宫单独叙话。祖母，这顿训您可得受好了。别以为有太后那点怜惜，就试图越过楚儿。于之宁，你若保证以后不跟楚儿争，我可以求母妃给你一个名分，救你出水火。世子跑来纠缠，莫不是后悔跟二姐妹定亲了？你若世子求我，我也瞧不上世子半分。牙尖嘴利，不知所为。离京12年，太后竟还让贴身嬷嬷亲迎，看来如今余家势大，连宫里也要拉拢。于老夫人，太后正在礼佛，听闻老夫人也常礼佛，特意为您准备了位置。太后礼佛最忌惊扰，老夫人请吧。老夫人，太后会生气的。靖王妃好福气，能娶到二姑娘这么个玲珑妙人，这孩子确实贴心。本宫还以为哪挪来一座金山呢，原来是于二姑娘。昨儿余家入城，二房马车装满稀世珍宝，怎么到了大房嫡女这儿，全是些破铜烂铁？那可是于大夫人的嫁妆，烂得捡都捡不起。瞧瞧那位郡主穿得多素净，再瞧瞧二小姐，比本宫都要富贵3分。诸位误会了，楚儿这身是阿宁给出的赔罪礼。阿宁，你快解释啊！是大姐姐给我的，这么贵重你的首饰，万一磕了碰了可赔不起。二妹妹还是收好吧。传闻国公府是二夫人当家，果然一视同仁。是啊，其实阿宁也有一套，只是她不喜华丽，临出门换了。阿宁，你倒是说句话。二婶，
我今日是第一次见这金钗，也从未送过二妹妹。郡主说话反复，莫不是嫉妒二姑娘，故意矢口否认？前世我为你晨昏定审，受尽搓磨，这辈子你休想再辱我。靖王府与余家确有婚约传闻，我在林州从未主动联系过世子，世子毁约改娶二妹妹，我不曾抱怨，为何王妃却诬我纠缠？你伶牙俐齿！王妃说的对，名声要紧。既然众所周知是世子率先悔婚，而我毫无过错，既无婚约，又何来纠缠一说？你们本就没立婚书，何来悔婚？既无婚约，何来纠缠不清一说？皇嫂为了维护未来儿媳，竟不惜诋毁一个无辜姑娘，也怪本宫多嘴问了二夫人几句，还把郡主牵扯进来。那于大夫人的嫁妆若是抬进晋王府时，拿烂东西滥竽充数，裴玄那死要是敲锣打鼓找上门去闹，那一定是你们于家二房的错。二房若是敢贪墨嫁妆，那于畅书岂不是要把国库都搬通了？本妃提点晚辈，既不知好歹，多说无益。错便是错，谈什么长辈？如今谁人不知晋王府是太后身边的红人，说什么便是什么吧。大姐姐，王妃也是误会了世子与咱们家的旧情，莫要再追究了。是啊，嫁妆的事，二婶一定会给你个公道，绝不轻饶奴大欺主的恶财。二妹妹所言极是，闹开了，折损的是余家的脸面。多谢长公主，本宫与你母亲交好，可惜她去得早。裴玄那小子是个有福气的，难怪姬后后去求赐婚。你刚才不该顶撞靖王妃，一会儿私底下赔个不是，别连累了楚儿。大姐姐确实不该胡闹，这可是皇宫，若不是二妹妹打扮得太璀璨，长公主也不会盯上你。若不是你非要拉上我，又怎会卷入其中？阿宁，你嫁的是声名狼藉的裴玄，名声差点又何妨？楚儿可是要嫁给未来楚君的。二婶儿，我母亲的嫁妆名单还在谭家呢，若对不上，长公主说了，丢脸的是二妹妹，记得去赔罪。于之宁，你果然一如既往的牙尖嘴利。公主在，世子离我远点，省得我又要被王妃造谣纠缠。当年我在余家，难道不是你不知羞耻的跟在我身后，日日献殷勤？让世子错解了余家的待客之道，是长宁的不是，还请世子自重。大概是太后与我家母亲许久未见，多聊了几句，诸位莫急。太后，臣妇给太后请安。起来吧。太后，时辰不早了，该去荣宝宫了。靖王妃方才诋毁郡主纠缠世子，二夫人也任由儿女污蔑郡主。哀家可没忘了几年前他们在哀家面前拂小作低的模样，如今竟敢如此张狂。太后驾到！平身。哪位是长宁郡主？郡主，太后特意为您设宴，您的位置在太后身边。阿宁，你像极了你母亲，哀家答应过你母亲要好好照拂你。太后，儿臣难得见母后这般喜欢一个姑娘。谭氏救过哀家性命，哀家看见阿宁就想起了故友。臣女于晋楚给太后请安。你就是那个和裴恒定下婚约的二姑娘？正是臣女。开席吧。皇祖母，这是孙儿选的世子妃，您瞧瞧如何？哀家记得晋王府当年是和谭家谈的婚事，你本该娶阿宁，为何改娶了这位二姑娘？当年的事并未定下婚约，只是长辈闲聊，不能当真。你不过是欺负谭氏不在，擅自毁约，婚姻大事岂是闲聊？太后，恒儿并不知情，误以为婚约是和余家定的。这么说，是余家隐瞒真相，错引你晋王府娶的二姑娘。太后明鉴，二房绝不知情。
是阿宁见世子突然上门，主动提出退让，非要抛绣球的。阿宁，你快说啊！是你主动不要世子的，不是世子毁约。你这孩子，刚才就闹出误会，还不快跟太后解释清楚？阿宁，哀家问你，你只管实话实说。是。哀家问你，裴恒带着聘礼和媒婆上门那日，你可知晓？不知。究竟是裴恒先要改娶于庆楚，还是你先说不嫁裴恒？裴恒，你来说。是阿宁先提抛绣球，世子为了不让余家背负毁约之名，才改娶了楚儿。刚才说阿宁纠缠世子，现在又成了避之不及，哀家倒是糊涂了。太后不知，是阿宁先和景世子勾相识，早有谋划才演了这一出。楚儿是待解履行婚约，受了委屈啊！恒儿当真如宋氏所言？此事郡主最清楚，皇祖母还是莫要追究了，给他留些颜面吧。恒儿，哀家最厌恶说谎之人，你当真要否认？孙儿不敢撒谎，确实如此。阿宁，你来说，是世子先改娶，余家已对外宣扬我要定亲，为了不让余家成为笑话，我才改抛绣球。孙儿不知情。阿宁，你怎敢在太后面前说谎？景世子抢绣球，除了他谁敢争？皇祖母，孙儿来晚了。这不是长宁郡主吗？皇祖母，他犯了什么错？哀家问你，为何要去林州求娶阿宁？孙儿去林州是为了寻红珊瑚，求娶郡主是因为跟好友打赌输了。全林州都知道郡主要抛绣球选夫，孙儿愿赌服输，刚好抢。二夫人指认你与郡主早就谋合。放屁！明明是你家女儿不知羞耻，早就跟裴恒眉来眼去。你胡说！本世子胡说，随便去林州打听。裴恒在余家住了足足5日，日日陪着你早出晚归，郎情妾意，谁不知道？皇祖母，林州谁人不知裴恒悔婚？郡主被迫抛绣球保名声，你们这般不过是欺负郡主，无人可依罢了。恒儿，你太让哀家失望了。皇祖母，于老夫人，你养着阿宁，你说说阿宁究竟是什么样的人？阿宁知书达理，最是懂规矩。母亲，那楚儿缩嘴！放肆！太后问话，岂容你插嘴？若非长宁郡主孝顺，替余家求情，太后原是不打算宴请国公府的。尔等不知感恩，反而处处欺辱郡主。阿宁，日后若有委屈，尽管入宫找哀家。这串随身佛珠赠你，保你平平安安。多谢太后。太后，二妹妹与靖王世子既已定下婚约，请太后成全。看在阿宁的份上，今日之事哀家不计较。靖王妃偏听偏信，险些损了阿宁名誉，理应赔罪。长宁郡主都是本王妃的不是，不该听信谣言。既是误会，长宁自不会计较。你不是说安排妥当了吗？怎会被捏住毁约的把柄？是儿子疏忽了。论姿色，于庆楚远不如于之景。若你当初依照承诺娶了郡主，母妃，太后只是怜惜故友之女，二姑娘是腐女，终有一日太后会喜欢的。母亲，太后怎会对阿宁这般好？没良心的东西，任由咱们受辱。回府再说。裴玄，你黄伯伯近日情绪不佳，你多去陪陪。孙儿遵命。阿宁，过几日得空入宫陪陪哀家。是。母亲，都随我去正堂。庆楚，玉秀阁从前就是你大姐姐住的地方，今晚就搬出来。祖母，丹霞阁也挺好。这是国公府，你是嫡长女，理应以你为尊。玉秀阁本就是你的。是楚儿一时糊涂，我晚些时候就放。今日阿宁出尽风头，也不拉扯家人一把，咱们可是一家人。二婶是说我该认下那金钗的事儿，还是该认下私通裴玄闹出抛绣球的事儿？你牙尖嘴利，仗着太后撑腰就尊卑不分。够了，阿宁，你今日确实没替府里辩解，害余家成笑柄。是，你与庆楚一同去祠堂罚跪2日，抄亲书100遍。郡主，是奴婢没用。大姐姐若想吃，我可以分你一点。祠堂重地，二妹妹婚素不易，也不怕老祖宗怪罪。郡主，谭家来人了，老夫人请您过去。老夫人，我婆母听闻昨日城门口嫁妆侧翻的事，特让我来问问，可别让奴大欺主的给算计了。余家不曾亏待你，你这般大张旗鼓查嫁妆，倒让长辈寒心。大舅母，府上刚搬家，等我整理2日，亲自去谭家向外祖母解释。也好，我们谭家等着。
母亲冤枉，大嫂嫁过来这几年花销无数，这账本记清清楚楚。当年余家去灵州大房周转不少，嫂嫂病了2年，每日要钱就要1000两，纵有金山银山也吃空了。母亲，这些年儿媳费尽心思管着大房，结果吃力不讨好。嫂嫂病了2年，每日要钱就要1000两，加上大哥在前线开销，这嫁妆已所剩无几了。阿宁，你二婶连你年幼才代为收着，你大房花销确实大，落在你手上也没多少了。二婶，8年前的11月初8，抓了3服药，共计900两白银。你母亲病重，药材极珍惜，可母亲去世已有9年，8年前二婶是抓药给谁吃？这1年药钱30几万两，够买10个药铺了。二婶，这账本若是让大舅母看见，余国公府的脸往哪搁？许是志超错了。当年嫂嫂的嫁妆是多少？一个子儿都不少的给我还回去！老爷，那可是10里红妆，我拿什么还？阿宁，你先回去，2日之内，二叔定给你个交代。是。今日早朝，因为嫁妆的事，我被当众弹劾，谭家太后都盯着呢。你想让我这尚书位置屁股没坐热就滚蛋吗？先拿钱填窟窿，等风波过了，再想办法让阿宁吐出来。楚儿的婚事绝不能被这事耽误。差了40万两之多，二房出30万，砸锅卖铁也要在明道前凑齐。这是我家世子赠给二姑娘的见面礼，10万两面额银票。10万两，楚儿果然是个有福气的，世子真是雪中送炭啊！养女如此，何愁将来？先把名声保住。去祠堂传话，让二姑娘不必跪了，让她搬去凌霜阁，犯不着为了个绣楼跟阿宁争。郡主前脚刚走，宋氏身边的丹瑶就带走了二姑娘。今早我去送膳，刘嬷嬷硬把食盒扣下了，说什么祠堂是思过的地方，不是来享福的。宋氏在宫宴丢了脸，自然要在我身上找回来。冬琴，晚膳去弄2块红豆卷来，记得多放些红豆。红豆倒是不稀罕，只是郡主平日并不爱吃这个。让你去便去。红烛，再忍忍，等玉秀阁的小厨房建起来，大厨房就拿捏不了咱们了。前世无人知晓我对红豆过敏，这一世便让这红枕成了二婶的催命符。红烛，去二房通传，说我要看大夫。郡主那是水土不服，天色已晚，等明日再说。既然郡主只是水土不服，奴婢便回老夫人那儿复命了。郡主，您怎么病成这样了？快去请太医！苏嬷嬷误会了，阿宁只是水土不服，看过大夫了。胡闹！郡主这是吃坏了肚子又着凉，且之前那方子药不对症，乃是内热之毒。吃坏肚子？郡主跪了一夜祠堂，只吃了半个过夜的馒头，再就是昨晚的残羹冷冽。这庸医，若继续服用此方，郡主脸上必留疤痕。日后郡主有恙，直接拿令牌找李太医。嬷嬷，这都是误会，府上忙着整理。无功不受禄，太后还在等着老奴回话呢。阿宁，你从前不曾这般娇气。昨日孙女确实难受了一夜，若早知苏嬷嬷要来，定会捂得严实，不叫她看见。许是水土不服，罚跪祠堂的又不止你一个。祖母说的是，孙女不曾责怪祖母。阿宁，刚回京你就闹得鸡飞狗跳，一个人占这么大院子，你就不能省省些？这话该问二婶。祖母罚跪，为何刘嬷嬷许二妹妹的丫鬟送荤仙，却只给我发硬的馒头？昨晚的晚膳甚至都是馊的，你胡说！祖母，昨夜丫鬟求了二婶2次请大夫，二婶都不理会。你还有脸说？不仅克扣阿宁，还敢让庆楚在祠堂吃荤腥？去，把蓝红珠送饭的奴才拖出去，杖打20。母亲，刘嬷嬷再多嘴，连你一并罚。即日起，玉秀阁单设小厨房。大姐姐，你如今是郡主了，就忍心看着全家受你连累？这嫁妆清算是一码归一码，妹妹虽不在了，谭家还在，开始算吧。这是40万两，当年嫂嫂走时就剩这么多。不对，这药材全是谭家出的，这账上怎会有数十万两药钱？二婶不是说母亲每日要吃掉近100两银子？
记不清了。还有这上面写着，用妹妹的嫁妆去打点二爷升迁，国公府是没宫中了，还是二爷没俸禄了？那陪嫁的庄子和铺子呢？为何不见盈利入账？铺子经营不善。太后有旨，宣于老夫人入宫觐见。母亲，太后定是觉得昨日受了委屈，特意召您入宫弥补。您可要在太后面前替靖王世子解释清楚，莫让太后迁怒了世子。看来老夫人要忙，这账还没对完，我便先回去了。舅娘，我送你。阿宁，这嫁妆的事儿，你准备见好就收，还是追究到底？老夫人毕竟养了你10几年，你终究要靠娘家撑腰，闹大了到处得罪人。听舅母的，今日这教训够了，剩下的事儿我明日来谈。听舅母的，前世你劝我让表姐入府做平妻，被我拒绝后便疏远。原来今日你打的是这个主意，想用嫁妆做筹码，塞谭诗言入晋营。郡主，大舅夫人不该擅自做主替您妥协，这事儿不必操心，宋氏不一定答应，且于庆楚绝不会干。于之娘，亏我娘对你那么好，你竟敢背后捅刀子，想塞个人来跟我平起平坐？二妹妹在说什么？少装疯卖傻！你故意塞谭诗言给世子当平息来恶心我，我告诉你，有我在，门儿都没有。谭家是百年望族，表姐若嫁，只会助力世子。我是未来景世子妃，为何要帮你拉助力？那你还不快去劝劝你舅母？不知羞耻的东西，竟然上赶着倒贴世子！二姑娘，休要造谣生事，坏我女儿名声！我亲耳听见的，难道有假？你们谭家的女儿是嫁不出了吗？倒贴世子，想得美！舅母，亏得您人善，要我不计前嫌，别计较了。结果二房竟然如此欺辱您。阿宁，你的嫁妆1分都不能少。这门婚事乃是谭家老太爷当初定下的，你们欺辱阿宁，就是没把谭家放在眼里。嫁妆铺子10年的收益，1分都不能少。过几句玩笑话，谭大夫人何必胡搅蛮缠？若真闹开了，说你家姑娘上赶着倒贴抢姐夫，吃亏的还是你们。依我看，不如各退一步，各自保全名声。是啊，若真传出去，谭姑娘日后可不好再嫁了。大夫人考虑清楚。二婶，舅母不过是与你在院中闲聊，除了你身边的几个，可还有其他人证。若无证据，为什么要诋毁舅母？你怎可胳膊肘往外拐？大姐姐，你是不是后悔让出世子妃的位置了，才借题发挥？这家里二婶虽管家，但越不过祖母去。我听祖母安排，今日祖母若说一家人不必计较，我从此只字不提，如何？好，就依你，咱们这就去宋州堂。阿宁，你太意气用事了。那10年的铺子收益，少说也有7、8万两，怎么说不要就不要？昨日劝我收手，今日被宋氏拒绝，又怪我意气用事，真是好话坏话都让你说尽了。罢了。明日我给你寻2个会算账的嬷嬷守着你。不必了，我身边也有会看账的人。表姑娘，大夫人这都是为了您，谭家对您的疼爱实打实，日后您还要仰仗大夫人呢。我与祖母是血亲，祖母向来疼我，怎会不帮我？是大舅母对祖母误会太深了。母亲，谭家太过分了，你要为二房做主啊！昨日刚交了银子，二房都要砸锅卖铁了，这铺子收益实在拿不出了。是啊，祖母，谭家分明就是没拿咱们当回事儿。都给我闭嘴！母亲，于国公府搬回来才4天，就因为嫁妆闹得满城风雨，是你管家不力。谭氏留下的铺子，从他过世那年算起，1分1毫的收益都不许少，全都还给阿宁。母亲，那可是京城的铺子，收益数目巨大，现在就开始查。谭氏死的那一年开始，若你没有银子，就修书去宋家，去借也好，抢也罢，今日就将账算清楚。阿宁，你母亲逝后，这5间铺子由我代管，如今你也大了，是时候物归原主了。回老夫人，5间铺子10年收益共计67320。文月，按当铺利息凑个整，去库房取7万两银票交给郡主。是。祖母待我如珠如宝，舅母这下也该放心了。阿宁有老夫人庇佑，谭家自然放心。老夫人如此疼你，倒显得我多虑了。阿宁，日后莫要在谭家面前说那些让人误会的话，你要多孝敬老夫人才是。好你个于之宁，原来你一直躲在背后给谭家通风报信，反咬于家一口，真是白眼狼。阿宁，
你为了钱财不惜毁坏家门名声，太让我失望了。祖母别气，大姐姐定是无心的。姐姐，这些年若非祖母费心，铺子早亏损了。你怎好真要祖母的血汗钱？快还给祖母吧！还有太后赐的那串佛珠，也当给祖母赔罪。祖母，那佛珠是太后亲赐，若哪日太后追问下来，我担心太后会怪罪您。住口！清楚你胡说什么？太后赐物岂能私相授受？你想害死我不成？祖母，我只是……还有铺子，既然给阿宁了，你就少插嘴。人前一套，人后一套，我这张老脸还要不要了？老夫人，夫人，二爷在朝堂被皇上训斥，挨了30大板，被人抬回来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才入京几日，大名就传遍全城了，真有本事。这位是……我是你表姐谭石莹，去了一趟灵州，脑子也呆傻了不成？原来你就是二妹妹口中倒贴也要嫁靖王世子的谭家表姐。你胡说什么？表姐还不知道，今晚舅母去余家为了你的婚事闹得鸡儿不宁，我这不正是来找外祖母说理的吗？小姑娘，老夫人请您即刻去福圣堂。阿宁呢？怎么还没来？母亲，阿宁这丫头也是的，回来好几日了，也不想着来看看您。亏您连年念叨，着实没良心。余家刚回京，事多，你日日往那边跑，阿宁嫁妆的事儿可办妥了，莫要叫人欺辱了她。母亲，阿宁那性子，现在谁能欺辱得了她？阿宁给外祖母请安，是阿宁，回来了就好，回来了就好。母亲，于志宁说你今天去余家看我的婚事了，是不是真的？你这孩子，会说什么？怎么扯到了玲姐儿？是余家二房拿不出银钱，想用婚事做底，我已经拒绝了。我呸！余家算什么东西，也敢沾我的婚事？姑母都死10几年了，咱们和余家没半点关系。玲姐儿，住口！阿宁，你表姐性子直，你别跟她计较。既然二房2个嫡子才10岁，这婚事怎么抵？阿宁，你舅舅在书房念叨你呢，先去瞧瞧他。外祖母英明，定能看出大舅母想塞人给裴恒做平妻的算计。你糊涂！竟然拿你妹妹的嫁妆做法子去威胁二房，你是要把谭家的脸丢到地底下踩吗？都怪于志涵没本事，守不住婚事，当初祖父就不该偏心他。孤身一人，一夫艰难，你倒好，上赶着倒贴靖王府，传出去，英姐还要不要名声了？母亲息气，是儿媳一时糊涂，我尽快给玲姐定亲。阿宁，你受委屈了。阿宁不委屈，阿宁有外祖母，有太后，还有了郡主位分。外祖母，阿宁现在过得很好。初回京城，该多休息，不必急着来看我。傻孩子，我怎会跟你计较这些？早一日晚一日，又有什么要紧的？母亲，如今阿宁搬回京城，日后有的是机会叙旧，不差这一时半刻。前世大舅母为了谭诗玲的婚事，不惜挑拨我和谭家的关系，这辈子我绝不会再让你们如愿。阿宁，是舅舅对不住你。舅舅言重了，若不是舅舅，母亲的嫁妆也不会这么快还回来。日后阿宁还要仰望舅舅照拂。那是自然的，你是我外甥女，舅舅定会护着你。老夫人，宫里传来消息，老爷在朝堂已经说明，嫁妆已经还了。传太后口旨，宣于老夫人入宫觐见。入宫？二房欠阿宁的那笔铺子收益还没给吗？回老夫人，二夫人说病了，还没顾上。好个宋氏，真是要害死我余家！母亲，立刻给阿宁打欠条！你要是敢再赖账，让太后查出猫腻，我定让正妻休了你！祖母，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让大姐姐入宫帮您解释一遍不就行了？解释？若是苏嬷嬷亲自带人来查账，你以为太后是吃素的？惹了太后，你还指望嫁入靖王府？母亲，快把我的嫁妆先拿出来填补，把铺子还给大姐姐。郡主，二房这回是真的掏空了。
这只是开始，他们从我母亲这儿拿走的，我都会一分不少的要回来。于之宁，等我成了太子妃，今日之辱，定要你连本带息还回来。阿宁，这是晋王府老太君下个月生辰的请帖，瞧这浮光锦可是京城最时兴的款式，特意给你赶制的。多谢三婶费心。老太君最喜欢颜色娇俏的小姑娘，你虽和世子没成，但到底还是亲戚，穿着这身去，定能讨她欢心。讨她欢心？老太君生平最恨红色，前世就是她灌我落子汤，逼我自刎。收起来，生辰宴那天，我要穿的比这件更华丽、更亮堂。冬琴，去买几个手脚勤快的丫鬟，一家老田卖身契都要拿捏住。郡主，奴婢在京城有几个信得过的小姐妹，是家父曾收养的，个个忠心。带过来，我要会拳脚11里的，钱不是问题，底子要干净。奴婢明白。阿宁，你要去哪儿？世子慎言，还是换我郡主吧，省得被人误会。你还在生我的气？从前在林州，你总跟在我身后，虽做不成夫妻，情分总还在。我是好心提醒你，莫要跟着裴父学坏了。众目睽睽之下，靖王世子如此不知羞耻地纠缠未来堂媳，意欲何为？你简直不知礼数！世子，父亲在等你了。不可理喻！这世子真把自己当香薄了，送了二房10万两就了不起了吗？不必理他。呸！走，我们去谭家。阿宁真懂事，这力道掐得正好。表妹若真有孝心，不如去请北冥大师出手。京城名医父亲都请遍了，唯有这位神医或许有救。北冥大师？前世我知道北冥大师曾秘密入靖王府救人，他与靖王府关系匪浅。哼，怎么，这就犯难了？祖母，孙女倒想求北冥大师为您治腿，可惜没那本事。不过这些年谭家请的大夫可不少，省得旁人说咱们不尽心。灵儿，莫要为难阿宁。外祖母，阿宁听说过北冥大师，若有机会，未尝不可试试。就你，北冥大师从不轻易救人，且无人见过其真容，你凭什么请人？成与不成，总要试过才知。于之宁，你昨日跟父亲告状了吧？害得我父母大吵一架。你这个害人精，害了于家还不够，还要来害谭家。今日的话，我当没听见。若有下次，我定找舅舅要个说法。你敢？这世上就没有我不敢的事儿。你若再为难我，我定不轻饶。郡主可算回来了，苏嬷嬷等了你2个时辰。阿宁，你一个姑娘家人生地不熟，去了哪儿？竟让苏嬷嬷等这么久。不碍事，郡主去探望谭老夫人是一片孝心，老奴多等些时间无妨。郡主，太后宣您明早入宫，老奴今夜便在玉秀阁歇下，贴身伺候。郡主，太后当年的难处您得体谅，初入后宫地位不稳，她不愿让您在深宫寄人篱下，才托付给谭夫人收养，让您有了余家嫡女的身份。嬷嬷，你是说太后无时无刻不在挂念您，如今天下大权在握，才敢将您接回身边。苏嬷嬷，我知娘亲不易，难怪一见太后便觉万分亲切。郡主到了。阿宁，是哀家对不起你，往后哀家定100倍补偿你。娘亲，在这世上，唯有外祖母和娘亲对阿宁好。阿宁只求娘亲和外祖母平平安安。娘亲，昨日我去探望外祖母，她瘦了许多。她不知我身份，却待我极好。她腿脚不便，出门都是奢望。阿宁想让她有生之年能重新站起来。谭氏当年救过哀家，谭老夫人便是哀家的长辈，
此事哀家记下。就是长宁妹妹吧？怪不得太后总夸你漂亮。念灵，没规矩。阿宁，你母亲去得早，哀家一见你就想起当年与你母亲在闺阁时的样子。太后，于大夫人已逝多年，您节哀。往后念灵一定会替您照顾好长宁妹妹的。长宁妹妹刚回京，若有难处，姐姐定会义不容辞。多谢念灵姐姐。念灵也是个命苦的，李家功勋卓著，却只留了她这一根独苗。太后收养李念灵是为抚慰功臣之后，而非她能替代我在娘亲心中的位置。前世李念灵并没被册封郡主，这辈子似乎很多事都变了。郡主，念灵郡主虽得宠，但远不及您在太后心中的地位。李家在京城盘根错节，太后此举不过是抬举李家。嬷嬷放心，李家满门忠烈，我怎会吃这种闲醋？郡主聪慧识大体，太后没白心疼您。阿宁，是不是你怂恿太后不许给裴恒和楚儿赐婚？大姐姐，当初世子改娶我，并非我本愿，你为何如此嫉恨我，竟然故意阻挠我们的婚事？我何时有过这等本事？我才回京几日，统共才见过太后2次。你虽没直说，可你去了2次谭家，只需谭家在太后面前提一句，谁能不听？谭家说话若这么管用，表姐早就嫁给晋王世子，世子亲口说的。他3次求旨都被太后压下，说是有人从中作梗。阿宁连宫门都摸不清，哪有机会？倒是谭家2日不曾入宫，难道是谭大人跑去太后面前嚼舌根不成？即便不是阿宁做的，他也该为楚儿求情。情同姐妹，不能光顾着自己。我是同辈，去求太后赐婚，传出去，不知情的还以为于府嫡女恨嫁疯了。你少往外跑，女儿家不宜抛头露脸。好，我日后就在屋里。公主，去把三婶送来的帖子退了，我反正不想去凑热闹。阿宁，二婶也是一时着急，你这脾气说都说不得了。大姐姐，帖子都接了，若是不去，岂非不敬主家？阿宁，日后入宫，你带着楚儿一同前往。你在太后面前帮楚儿说几句好话，姐妹间本就该互帮互助。大姐姐向来疼我，定不会拒绝。带你入宫，好啊！既然你自己想往火坑跳，那我可不拦你。郡主，这5个曾是镖局的，会功夫；这2个是医馆出身的亲姐妹，清霜和清灵。将那5个镖局出身的送去习武，多少银子都算我的。我身边最后只要3个最强的。是。清霜，我送你去医馆深造，你妹妹清灵留在我身边，如何？郡主，奴婢不想和妹妹分开，我保她衣食无忧，不打骂，不卖人。奴婢清霜一定不负郡主所托。以后你们3个叫夏至、秋蝉、霜降，由林妈妈教规矩。大厨房那边说开支大，送来的全是青菜白肉，奴婢便去外头买了些。这里有2000两，从明天起，玉秀楼的采买直接去外头，不必经过大厨房。郡主，你办事我放心，让你父亲的旧部先安置在我的庄子上，过几日我去重振镖局。奴婢带几位叔伯叩谢郡主大恩。大姐姐，旨意下了，12月初8，我就要嫁入靖王府做世子妃了。恭喜二妹妹。虽说世子对我专情，没选姐姐，但日后我发达了，必会提携姐姐的。李二姑娘，我家大姑娘也被赐婚了，嫁的也是靖王世子。你胡说什么？太后怎会给谭氏一赐婚？
于之宁，是你进宫求太后给谭诗玲赐婚的。大姐姐已经记恨我到这种地步，为了让我不痛快，硬生生把谭诗玲塞进来。我一直拿你当亲姐妹啊！不管太后塞多少人进来，我心里只有楚儿一个。世子妃的位置，谁也抢不走。太后赐婚，我并不知情。若真是我求的情，她谭诗言就不会只是个平妻了。你别以为仗着太后的几分怜惜就能为所欲为，离了太后，你什么都不是。谭表姐出嫁定是十里红妆，二妹妹，你身为平妻，若是嫁妆被比了下去，那才叫丢人。楚儿别怕，我有的是法子，定让你风光出嫁，绝不让任何人比了你去。楚儿是腐女，只要她在，我定能扶摇直上，10个于之明也抵不过一个楚儿。这门婚事兜兜转转，还是落到了李儿头上。虽说便宜了于家二房，但能做平妻入府，已是极好。宁表妹，阿宁，这旨意可是你在太后面前提起的？舅舅，阿宁并未提过此事。先不说这些，去你外祖母那儿。想不到你真有几分本事，竟真把北冥大师请来了。舅舅，昨日我只向太后提过外祖母腿脚不便，并未提过北冥大师。竟不是你请的？后续配合药浴3月，可恢复7、8成。多谢大师，谭家定重金酬谢。不必，往后每个月初1，我自会来视诊。这眼神，他认识我。谭尚书，今日受人之托，太后提及于大夫人曾救过我性命，今日救老夫人，算是一报还一报。阿宁果然是福星，若不是你在太后面前那一嘴，太后也想不起这救命之恩。那太后给灵儿赐婚，又是怎么回事？太后听郡主提起老夫人腿疾，恰好召北冥大师诊脉，便顺势提了一嘴。哪知于大夫人曾救过大师，这正是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识一家人。原来如此。那灵儿的婚事，靖王爷来景安时，得知大师感念谭家恩情，便主动替世子求娶了谭大姑娘。太后也劝了大师，请他看在谭姑娘份上，顺道替靖王府老太君看病。这北冥大师连皇命都不看在眼里，老太君这回可是托了咱家灵儿的福了。宁表妹，以前是姐姐误会你了，以后咱们可要常走动。一定。上辈子老太君心安理得享受太后的关照，却对我百般刁难。这一世，我要让你们知道这些恩情到底姓什么。阿宁，日后入宫给太后请安，多带了你表姐露露脸。不闹，太后面前岂是凑热闹的地方？阿宁初回京城，保住自己最要紧，你们别给她添乱。阿宁，太后疼你是看你母亲的情分，切不可得寸进尺，细水长流才是长久之道。外祖母和舅舅的话，阿宁记下了。阿宁只怕您快点好起来，带我去庄子上散步。宁表妹，日后若是靖王世子再去余家，你记得派人来请我，就说吃茶点。表姐，你若去余家，我自然欢迎；但若为了世子，与其去我那儿守株待兔，不如多去老太君那儿露露脸，世子最是孝顺。对啊，我怎么没想到？快回去吧，我不送了。郡主回来啦！世子心疼我，今日特意送来30多台精品礼物当嫁妆。大姐姐，我定不会输给谭诗言。30多台，裴恒哪来这么多钱？京城东郊地底下埋着前朝贪官私扣的金银。裴恒，你竟敢动前朝私产来博美人一笑，那批财宝是有账本的，若有后人检举揭发，裴恒注定是要一笔一笔吐出来的。大姐姐，你不替我高兴吗？景尚子也真是，
定亲这些日子了，竟也不给姐姐送点什么。二妹妹想说什么？瞧我这记性，景世子是打赌输了才娶姐姐的。不过没关系，姐姐嫁妆后不在乎这点，不像我，世子事事替我考虑周全。妹妹是福星，世子娶你是他的福气，我怎能比？毕竟景世子日日都在太和宫帮衬，没闲工夫乱逛。胸无点墨的草包，强扶上去也终会露馅。又去了谭家，阿宁好不容易回京，自然惦记谭老夫人，毕竟人家年年送东西呢。外祖母腿伤10几年，今日幸得北冥大师到府医治，我才过去瞧瞧。北冥大师，大姐姐莫不是被骗了？宋家耗费万金都请不到的人，谭家凭什么？阿宁，你可别是找了个假冒的。在慈宁宫见过大师，靖王仁孝，为救老太君，亲自替世子求娶了谭家表姐。大师正是看在谭家面上才肯出手。世子，这是真的吗？大师曾受我母亲恩情，外祖母是母亲生母，大师自然会救。谭姑娘是嫂嫂侄女，楚儿也是啊。既然有这层亲戚，大师也该帮楚儿才是。二婶既质疑靖王为何求娶谭表姐，不如让世子回去问个明白。你就是不知谭家若知晓世子厚此薄彼，会不会生气？传到太后耳中，怕要以为世子对赐婚不满。世子，王爷备了厚礼，请您即刻去谭家探望谭老夫人。阿宁，你跟着去，两边都是亲戚，你去调和，顺便请北冥大师也救救老太君。大姐姐，我陪你一块儿去，咱们才是一家人，你得帮我。祖母都发话了，你不能不听。此事是太后牵线，又是靖王求娶，孙女若去谭家将功劳揽回，万一惊动太后，少张嘴闭嘴提太后，太后日理万机，怎会管这点小事？既然二妹妹如此坚持，我听祖母的，去一趟就是。母亲，谭氏既然嫁进余家，那救命之恩怎么也该算在咱们头上。给楚儿多备些补品，一道送去谭家。世子竟然给谭家准备了这么多。这么晚，世子怎么来了？我是来探望老夫人。阿宁，可是出了什么事？大舅母，余家人觉得母亲救过北冥大师，既然母亲已嫁入余家，那大师救老太君的人情，理应算在余家二房头上。这么说，靖王府是要毁了和灵儿的婚了？我谭家嫡女流着谭氏的血，这是至亲恩情。你于庆楚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，凭什么来争？你莫非忘了你母亲强抓阿宁嫁妆，被太后当众训斥的事了？我与大姐姐是一脉，阿宁和靖王府没关系，凭什么厚枕皮求阿宁给你铺路？那是太后怜惜阿宁，大师才出手的。世子，这份恩情和余家二房有半点关系吗？大姐姐，你为何误导大夫人？就因为嫉恨世子没娶你，你就想毁了老太君的命吗？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！大姐姐心气太高，这些都是我余家给谭家的赔罪礼。我和表姐无冤无仇，为何要记恨？倒是这事儿若真闹大了，大师甩手不干，最后得利的是谁？阿宁乖巧，我怎会被旁人三言两语就挑唆？我谭家无端受辱，明日我定要入宫找太后讨个公道。不，这是误会。大夫人息怒，今日解释清楚了，看在我的面子上，小事化了吧。既然世子都这么说了，那便是误会一场。天色已晚，改日再来探望老夫人。欺人太甚！按我说的去做，我就答应。
于之宁，今日白日是我错怪你，我以为是你在太后面前作梗，塞了谭大姑娘，想故意气我。阿宁终究不是冰清玉洁的姑娘，比不得楚儿单纯。祖母，大姐姐明知是误会也不解释，害得我被谭大夫人骂，险些被撵出来。母亲，咱们对阿宁掏心掏肺，哪比得上谭家？真是胳膊肘往外拐。阿宁，楚儿是你妹妹，你怎能让她受委屈？祖母，是舅母说，母亲和表姐才是一脉相承，这份恩情轮不到二房来争。你母亲嫁了于家就是于家人，功劳自然是于家的。不好了，谭家老夫人病重，连夜入宫求太医了。怎么会突然病重？舅母果然出手了，逼上门讨要功劳，这盆脏事二房接好了。郡主快起来！太后召了靖王和谭大夫人入宫，老夫人听闻后直接吓晕了。郡主，太后最新懿旨，封谭氏名为靖王世子正妃。果真，千真万确。二姑娘那边已经气晕过去了。怎么婚事原本是我的，凭什么谭氏也压我一头？阿宁，你入宫求求太后撤回旨意。对，大姐姐你快去！懿旨已赐，昭告全城。我哪来的本事求太后撤旨？罢了，即便只是嫔妃，你若能先生下长子，也未必会被压着。郡主，北冥大师突然不肯给我祖母治病了，你去求求北冥大师。怎么会这样？北冥大师不是已经答应救老太君了吗？那谭老夫人呢？北冥大师仍给谭老夫人治病，这是为何？这样的事既已经答应，又怎好出尔反尔？既然北冥大师不肯给老太君治病了，按理谭大姑娘和靖王府的这门婚事也该作罢才是。昨夜我问过父王，父王在太后面前求娶谭大姑娘，是因为谭老太爷和父王有过约定。怎么会这样？北冥大师原本答应救祖母，是误以为我求娶的是于大夫人之女。昨日你们去谭家争人情，闹得老夫人病重，大师知晓真相，便收回了承诺。于之宁，你是于大夫人唯一骨血，只要你开口，北冥大师一定会救人。大姐姐，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，你不可见死不救啊！快答应世子！你若是愿意，我靖王府愿意赠万金补偿。世子大可不必，大姐姐心肠软，肯定会救的。我与世子无亲无故，为何要帮你？大姐姐，看在我的份上也不行吗？于之宁，你要如何才肯救？容我想想。你，哼！祖母，大姐姐见死不救也太狠心了。并非见死不救，老太君病了多年，没有北冥大师也活得好好的。想不到你如此冷血无情。若不是你们昨日去闹腾争功，北冥大师又怎会收回承诺？阿宁，不可无礼。既然要救，也不是不行，只要靖王府有诚意。郡主所言诚意是什么？世子替我母亲在寺里抄写亲书，祈福3年，如何？大姐姐，你疯了！大伯母都死多少年了，你这是故意为难世子。世子所求，自然要付出代价。若连你这个亲孙子都办不到，为何要勉强我这个外人？我最后问你一遍，你当真不愿？世子不仁不孝，怪我做甚？你不可理喻！阿宁，你太心狠了！这样折腾世子有什么好处？谭家也不会同意的。阿宁，你太冒失了，这一句话得罪了多少人，
还不快追去给世子赔罪！你这孩子怎么里外不分？竟为了泄愤如此刁难世子，还不快去赔罪，收回那荒唐的要求！二婶，您怎么不想想，若咱们府上有人病了，需要北冥大师，那可是没第二次人情了。我记得祖母这几年心口总是不适，祖母，老太君病了多年，也未必非要大师不可。您是亲自抚养我长大的，这份恩情，阿宁得留着报答您啊。阿宁，你果真是为我着想。那是自然。可老太君身份尊贵，咱们得得罪不起啊！若大师好请，老太君何至于等了10几年？祖母的身子才是最要紧的。阿宁说的对，若世子真有孝心去祈福3年，我无话可说；若他不愿，那便顺其自然。余家那丫头竟敢拿娇，真以为有太后撑腰就能无法无天？他要求让孙儿去寺里为余大夫人祈福3年。什么？他竟敢让世子去修佛，反了天了！好个冷血心肠的贱丫头！传话出去，就说长宁郡主见死不救，刁难储君人选。我倒要看看京城谁家还敢邀他上门。是该给些教训了。听说了吗？长宁郡主逼晋王师太子出家才肯救老太君，真是蛇蝎心肠，连老人家都不放过。郡主，外面流言传疯了，说您冷血无情，晋王妃对谭家兴师问罪了。他们传流言，可曾敢说我求人的条件是尽孝？大姐姐名声尽毁，可满意了？我要是你，现在就去跪请大师救人，再去寺里赎罪。二妹妹与其担心我，不如担心你自己。老太君若记恨余家，你这个未来儿媳妇在晋王府的日子，怕是不好过吧？阿宁，我听说你要晋王世子替你母亲祈福3年，才肯答应去求北冥大师。你不过仗着太后宠爱，怎敢如此作践世子？我现在就命令你立刻去求北冥大师出手。舅母，我拒绝世子，是因为祖母身子不好。祖母养育我至今，我怎能因不相干的人就将大师救命的机会让给老太君？况且舅母前晚不是才说过，我与晋王府无亲无归，为何要帮忙？你先求大师，以后与老夫人有需再想办法。表姐忘了，北冥大师连皇亲国戚都不放在眼里，谭家求了10多年都求不动，日后拿什么求人？阿宁，别任性，保住名声要紧。万一于老夫人也同意了呢？调虎离山，晋王妃定是趁我不在，去了余家逼祖母。是外从母连累你左右为难，个个都在为难你。早知如此，我这双腿就不治了。外祖母，阿宁不是小孩子了，您答应过等腿好了带我去看京城美景，可不许耍赖。您只管休养，阿宁自有决断。马车准备好了，即刻去找北冥大师，我跟你一块儿去。表姐确定要我去求人？少啰嗦！晋王妃已经在余家了，你祖母深明大义，肯定会同意的。带路入宫。嬷嬷，我们来见北冥大师，顺便给太后请安。谭大姑娘倒是有心。祖母，阿宁，哀家倒是不明白了，余家晋王府究竟想干什么？一点小事闹得满城皆知，哀家就不信。查，给哀家查清楚是谁在背后搅局，传旨给李太医、张太医，即刻去晋王府给舒太妃看病，告诉她若在府里住得不舒服，就挪回宫来。表姐，可还要求情？不必了，召裴恒入宫。太后，是我一时糊涂，和恒儿无关啊。阿宁，一会太后若是发火，你可要说是你非要我来的，替我挡一挡。长宁郡主，快替恒儿求求情，只要这次过了，晋王府欠你个天大的人情，日后必定报答。毁我名声，坏我清运时，你们的人情在哪？
于之宁，闹成这样，你可满意了？恒儿，你父王刚为你定下谭家亲事，挽回名誉，你这是对哀家的赐婚不满。孙儿不肯。深更半夜闯谭家，逼人让出救命恩情，又逼阿宁救舒太妃，不如趁现在说明白，免得吵得哀家耳朵疼。你既想救祖母，哀家问你，这救命的人情是从何而来？是已故于大夫人对北冥大师的救命之恩，这人情在长宁郡主手里。既然你用了阿宁的人情，去寺里祈福3年抵消，有何不可？你刚毁了婚约，阿宁凭什么还要无端帮你？太后，不关恒儿的事，儿臣愿意替恒儿去祈福。阿宁留着人情救自家祖母，于国公府却反泼脏水，说他心狠。靖王妃，你手段了得啊！逼迫不成反造谣。太后，冤枉！哀家只问你，入寺3年，换大师救你祖母，你应还是不应？若是大师肯出手，孙儿愿意。恒儿不可！胡闹！我这把老骨头哪抵得上你的前程？朝廷正是用人之际，恒儿万万不可离开京城。臣妾给太后请安。数年不见，舒太妃竟苍老成这般，哀家险些都要认不出了。到底是亲祖母，宁可病着，也不愿让恒儿离京祈福3年。阿宁，过来。阿宁是个有孝心的好孩子，偏有人识人不清。你们今日先回去吧，哀家自会让靖王府给个交代。入京才几日，你们就日日折腾一个没娘的孩子，你们意欲何为？许是有什么误会？还要狡辩？是非要走一趟慎刑司才肯罢休吗？1日之内，若京中还有阿宁见死不救的流言，这京城你们也别待了。刚才为什么不帮着求情？你一开口，太后肯定就饶了他们。表姐说的对，我刚才吓坏了，这就陪你回去求情。你疯了！我不去。你既心疼祖母，刚才为何不帮她说句软话？我若拆太后的台，岂非打太后的脸？舒太妃明知求情无功，为何还要在此挑拨？郡主有了靠山，果真是什么人都不放在眼里了。我与靖王府无亲无故，为何要放在眼里？倒是某些人调虎离山，诓骗我祖母入宫受惊，才是真的不安好心。母亲，您这是怎么了？阿宁，太后召见你们，究竟说了什么？祖母身子不适，二婶还是别去打扰了。不许太后算什么东西，竟敢让我在慈宁宫下跪！母亲息怒。当务之急是平息于之宁的流言，太后发火，咱们不能硬碰硬。暂且忍下这口气，但这债迟早要于之宁还。母亲放心，他婚期在10月，靖王继妃可不是好惹。且我已经打过招呼，未来几个月，京城绝不会有人给他下请帖。我要让他知道，在这京城，没有靖王府点头，他就是个笑话。大姐姐不跟着去吗？颍川侯府的赏花宴，姐姐没收到请帖。管家，郡主的帖子呢？回二夫人，侯府只送了3张，并没有郡主的。大姐姐没参加过京城宴会吧？不如你打扮成我丫鬟私塾的模样，混进去见见世面。是啊，一帖一人是死规矩，你若真想去，也只有这一个法子。天色不早，二婶再不走，可要迟到了。阿宁还有事，不奉陪。姐姐，下次我再带你去啊。京城家家办宴，为何独独没人邀你？阿宁不知，实在不行，咱们家办一场，你也好多交些朋友。若是因为我，大可不必。你呀，性子别太犟，去跟你二婶、二妹妹赔个罪。这几日楚儿博了个才女美名，引得众人夸赞，倒是你，哎。二房刚填补了亏余，宋氏竟还有余力如此挥霍，看来裴恒是提前挖了前朝那批私产，拿来给于庆楚撑腰了。祖母，
这是孙女特意买来孝敬您的莫商坊点心，京城现在最流行这个。初姐儿真是有心了。大姐姐，我今日在宴会上替你美言了不少，过几日舒太妃寿辰，你可要跟着我，看我眼色行事，千万别自持身份闹了笑话。阿宁，之前的事咱们翻篇，这次寿口请帖难得，你可得抓紧机会。二妹妹的心意，阿宁领了。郡主，今日寿宴穿红，颇有喧宾夺主之嫌。这是太后昨儿赐下的月锦缎，素雅大方，更配您的妆容。不行，这红衣是二婶的一片心意，不穿怕是不大好。是啊，舒太妃最喜喜庆颜色，穿白衣去寿宴，落在旁人眼里，怕是要说姐姐不懂礼数。既然二妹妹和三妹妹都这么说，那便换这一身吧。这料子怎么如此眼熟？三婶送的那件略有些不合身，我去修改时正巧遇见长公主，长公主一眼相中，我便借花献佛了。我这一身不过是寻常染出来的枫叶红，哪比得上浮光锦名贵？长公主，这位便是我提到的三妹妹，这衣裳的花样她也出了不少主意。好孩子，有心了，这颜色纯正，本宫极喜欢。说起来，这料子是二婶一次送了10几匹里挑出来的，唯独这一匹颜色最正。二妹妹，你说是不是？二妹妹脸色这么难看，难道是舍不得这件浮光锦？怎么，你舍不得？这么漂亮的颜色，阿宁怕是驾驭不住。唯有长公主这般风姿，才不负这锦缎。你这孩子当真懂事。长公主，时候不早了，咱们快进去吧。这衣服是用人血染红的，你草菅人命，我娘死不瞑目，但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！哪来的疯子乱说话？快拉出去，乱给我打死！大家评评理！我娘被抓去关了1个月，耗尽心血绣着浮光锦，最后竟被活活放血染红衣料。慢着，让她说清楚。长公主，这姑娘定是失心疯，在王府门前闹事，应重重惩惩。二妹妹，你认识这位姑娘？我怎么可能认识？你把话给本宫说清楚。你身上的血衣就是用我娘和12位绣娘的命换来的，你这个杀人凶手！长公主，这浮光酒是阿宁送您的，阿宁定是与这姑娘合谋，故意算计你。大姐姐，你为何要送这血衣，害长公主背负人命？大姐姐是因为近期没收到请帖，才想出这种残忍手段投其所好，想给自己找回脸面吗？还我娘命了！于志宁，你这混账东西，竟敢让本宫背这条人命债！阿宁，还不快给长公主磕头偿命！出什么事了？闹成这样！长宁郡主，靖王府好心邀你，你竟敢害死12条人命，坏我寿宴！都怪阿宁自小没娘教，惯坏了，惯坏了就能草菅人命。若不严惩，何以为今枉死之人？打30棍，撵出去！慢着，二婶三婶，你们为何如此急于给我定罪？是担心真相败露吗？慢着，仅凭这李姑娘一句话就打人，是不是太草率了？郡主甚至没说上一句辩解，两位于夫人倒是急得急。是谁报官？是我。玉芝娘，你疯了！原是想维护王府秩序，如今看来，我得替自己讨个公道。李姑娘，你确定做一件浮光锦需要多久？最快也要3个月。长公主，3个月前余家还在林州，我如何预知回宫之事？提前去苏州杀人染衣。这布料是二婶送我的，一共12匹。这红色本是在三婶那儿，她给三妹妹裁了衣，剩的边角才给我做了这一身。说不定是你调换了。没去过苏州，不代表你丫鬟没去过。3个月前在林州，离苏州千里之遥，哪个丫鬟能有这般通天本事？二婶，既然布料是你送的，那剩下11笔浮光锦从何而来？你总能解释清楚吧？我好心送你，你怎能质疑我？既然二婶承认是她送的，那三婶那肯定还有剩下的余料。那日三妹妹带走红绸时，祖母可是亲眼瞧见的。确实有这么回事。郡主真是多灾多难，想要彻查报官就对了。我记得二夫人的娘家宋家不就在苏州吗？快去取剩下的浮光锦料子来！不是我！你好狠的心，
竟敢让本宫背负这种血债！是陷害，有人陷害我！陷害！你母家在苏州，偏你送了12匹血衣料子，这也是巧合。即便料子是我买的，也是无心之失。阿宁，你既然有现成的绣匠不用，非要去外面改尺寸，是不是早就看出端倪，故意害长公主？不知者无罪。长宁郡主知情不报，故意设局，心眼也太小了。12条人命在舒太妃眼中，一句不知者不怪就接过了。你敢顶撞长辈，府上绣娘不听使唤吗？为何偏要出去找人？这事儿本不该提。前几日郡主高烧，我家大人去诊治，发现郡主竟是被喂了馊食所致。想必国公府的绣娘也和那厨子一样，不听郡主使唤，郡主才不得不出府改医吧。二妹妹和三妹妹年纪轻轻，却睁眼说瞎话，污蔑长姐。若非二房早知浮光早秘密，故意等我看笑话，我怎会在这儿受辱？大人，12条人命何其残忍，请大人彻查，还阿宁一个公道。郡主放心，本官定会上报，查了个水落石出。祖母，冬琪被撤回府。大姐姐太不知轻重，害得全家在寿宴丢脸。若不报官，这12条人命的锅你替我背，还是三婶你这才艺的人替我背？别胡说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宋氏和庆楚呢？二夫人说身子不适，二姑娘伺候着回房了。去，把他们给我带来，就是抬也得抬过来。跪下！滞留灵州10几年，回京不到1个月，丑事就闹得沸沸扬扬，那是12条人命。宋氏若解释不清楚，草菅人命的罪名，谁也保不住你。若不是大姐姐告官，事情也不会闹大。大姐姐若认了，也不过挨30官字罢了。不过30贯后，若家属继续上告，我便要以命抵命。二妹妹说的倒简单，这命你替我抵命。要不让阿宁入宫求求太后？胡闹！事已闹大，让太后公然偏袒凶手吗？恒儿，若浮光锦的事儿真查到宋氏头上，这婚事你要早做打算。靖王府不能沾上这种脏名声。孙儿自有安排。祖母放心，几位世子中，没人能比得过孙儿。前世是于之宁穿着衣服受罚，太后保下了他。这辈子怎么成了二房赠衣受累？难道于之宁也重生了？阿宁，你告诉二叔，你是不是早就看穿了浮光锦的秘密，才将计就计，要给你二婶一个教训？二叔这话阿宁听不明白，是怪我报官救命吗？浮光锦的秘密最清楚的人，难道不是宋一的二婶和才艺的三婶吗？我一个从林州回来的晚辈，哪见过这种好东西？二叔，那日我去改衣服，遇见长公主，连她那样见过世面的贵人都没看出端倪，我一个从未见过浮光锦的晚辈，如何能认出？浮光锦之事，你若真是不知情，我看在夫妻情分上保你一次。若你是故意为之，我必休妻。老爷！阿宁，是祖母不好，让你受委屈了。咱们于家一荣俱荣，若你二婶被休，2个嫡孙的前途就全毁了。现在才来打感情牌，不过是想让我去太后那儿求情。祖母，皇上已派钦差去苏州，您刚才也说，连靖王府都不敢沾这草菅人命的边。其实想救二婶，只有一条路，让宋家在钦差抵达前找个替死鬼顶了这罪名，咬死二婶是错买受骗。只要给足宋家好处，他们会冒险的。阿宁，我知道你也回来了。你这次把血衣的名头扣在二房头上，过分了。我劝你放手，这一事我只要楚儿。等我登基，会许裴玄一块封地，让你安享晚年。世子真是好大的口气。裴玄是扶不起的阿宝，你别妄想扶持他跟我作对。裴恒，你竟连我的身份都不知道，就敢在这儿指点江山？没有我，这一世你连金銮殿的边都摸不着。郡主，是二姑娘。大姐姐，你可是有婚约在身的人，也该知晓礼义廉耻，怎能趁人之危？这就是你裴世子精心挑选的良人。大姐姐，你陷害了我母亲，近日出尽风头，现在在国公府也毫不避讳勾搭人，你安的什么心？楚儿，罢了，
世子还请多担待。我这位二妹妹素来是个心直口快没脑子的，全京城戳破了的真相，她竟妄想凭几滴眼泪就栽赃给我。大姐姐，郡主又何必激怒主？作为长姐，她随意出言污蔑，我还教训不得。世子主动找我，为何不第一时间跟二妹妹解释清楚？若不是你，我们姐妹二人又怎会争执？你怎么？还有你，一个未出阁的姑娘，躲在男人身后哭哭啼啼的，也不怕丢了余家名声。有时间在这儿和我争执，不如想想怎么解释清楚浮光头的事儿吧。郡主，二夫人身边的林兰刚才骑马离开了，瞧着是往苏州方向去的，必定是去给苏州宋家送信了。宋家那个佛口蛇心的毒妇，前世害得我母亲惨死，这笔账得一桩件算。这些是太后在郡主入京时命人特制的，先给郡主送来。劳烦嬷嬷跑一趟。太后听说您在靖王府门口受了委屈，心疼坏了，特命老奴转告，办案的傅大人极有手段，定不会让您白白受气。多谢太后挂念，知宁明白了。大师，知宁有几句话想请教。问吧。一个人在什么情况下吃3年补药，却身子日渐消瘦，查不出病因，且四肢发抖，冬热夏冷？还有什么症状？只有这些。那是春日浓，中毒者反应与常人相反，极难察觉。此毒价值不菲，7年前我曾在边疆见过。果然是中毒，二房好狠的心。为何问这个？只是在医书上见过，有些好奇。你在学医，下个月我带些医书给你瞧瞧。多谢大师提点。阿宁，我刚才听到了，北冥大师要送你书，我要学，你带着我一起学医好不好？学医，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，想借此去讨好舒太妃吧？阿宁，咱们可是至亲姐妹，父亲总说你是姑母唯一的骨血，咱们就该互帮互助。寿宴那天你躲在车里看我被诬陷，现在见有好处拿，又来装姐妹深情。你不愿意？想独吞北冥大师的功劳，别忘了，姑母是我谭家的女儿。表姐是忘了那日在慈宁宫舒太妃和靖王妃受罚的事了？少拿太后来压我，舒太妃是长辈，你那天太不懂礼数，坏了我是为了名声。你现在脾气越来越大，简直不知分寸。混账！你胡说什么？父亲，你还没嫁入靖王府呢，阿宁是余家养大的，凭什么要为了你的未来婆家受委屈？我平时就是这么教你的吗？自从阿宁回来，父亲心里就只有外甥女，看女儿哪都不顺眼了。自己犯错还敢狡辩，来人，带大姑娘去祠堂罚跪1日。舅舅不必了，罚了她只会让她对我误会更深。谭诗琳，今日把话说清楚，你我合不来，日后不必照拂，形同陌路即可。我不欠你的，更不是你的垫脚石，别真当我是软柿子捏。你如今巴结上太后，看不起谭家了是吧？你够了，滚回房去！舅舅，谁对我好，我自会感恩。阿宁长大了，不愿再被这些虚伪的亲情束缚。舅舅明白了，阿宁，难为你了。这是怎么了？谁欺负我的宝贝女儿了？至于知宁，还有父亲，父亲竟然为了那个野种骂我。说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糊涂啊！他如今有太后撑腰，你巴结还来不及，吵什么吵？母亲怎么也偏向他？他大闹寿宴，害得靖王府丢尽颜面。寿宴的事是二房算计他在先，那可是12条命，一旦查实，二房必倒。于庆楚身份下跌，将来在靖王府哪还有立足之地？你不仅不该怪阿宁，还该谢他帮你除了竞争对手。现在立刻去祠堂跪着，明天给你父亲赔罪。日后对阿宁客气些，哪怕只是做做样子。阿宁，你二妹妹及笄在制，可请帖都被退回来了。二房现在名声狼藉，没人肯来。祖母的意思是，你上门去请几位夫人，就以你的名义办宴会，顺便请北冥大师来替我瞧瞧身子，显显你的孝心。祖母忘了，全京城现在都不肯给我下帖子，我若上门，只怕会被撵出来，丢的是国公府的脸。这，依我看，等福光检案结了，二叔复职后再办不迟。也只能如此。大姐姐，出事了！舒太妃忽然得了急症，昏死过去，太医们都束手无策。
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。现在人命关天，大姐姐，你快去求北冥大师救救太妃吧。舒太妃亲口说过，她的病无需北冥大师。她还当众说过，不许我踏入靖王府半步。此事阿宁无能为力。你怎么如此小肚鸡肠？我险些被他杖打30棍，这叫误会。还是那句话，让裴恒去替我母亲祈福3年，我便去求人。王爷，老太妃五脏六腑被淤血堵塞，若不及早排除，恐有性命之忧。微臣无能。父王，大师呢？大师性子古怪，连面都不肯见。郡主，昨晚世子入宫求见北冥大师又被拒了。靖王请遍了太医院，也没人能救舒太妃。听说现在还昏迷不醒呢。何止啊！昨晚二姑娘闹着要去王府探望，硬是被门房给拦下了。恶人自有天收，急什么？祖母，你去求求大姐姐吧。若太妃有个闪失，靖王府定会迁怒余家，见死不救的。况且太妃若病危，世子要守孝3年，婚事就全耽误了。老夫人，外面传出消息，北冥大师发话了，要想救太妃，需裴少从京城门口3步一叩首，一路跪到金云府山顶。什么？那可是足足100里路。世子真乃大孝子啊！郡主，这么磕下去，少说也要磕到后半夜。比起去寺里祈福3年，这点皮肉之苦算什么？放下帘子，去庄子上。我可以出钱重振镖局，但你们得签3年的死契，月例照发，3年期满还你们自由身。没郡主收留，我们早饿死街头了。我签。中书，你带人去墨山村找云家后人云兰，他手里有一本账册，我要拿回裴恒挪用的那批宝藏。属下领命。于之宁，你见死不救，逼世子受难，自己倒有闲心闲逛，你真狠毒。二妹妹若真心疼，不如去陪世子一起磕头。二叔撤职，二婶禁足，你还有心思想男人，这份孝心倒也难得。郡主，国公爷传来消息，5日后抵达京城。多谢大师相救。不过是看在令孙一片孝心的份上，勉为其难破例一次罢了。他这是何意？恒哥呢？刚去西安了。为了求大师，恒哥从昨日一直跪到今日午时，2条膝盖肿得连路都走不了。若不是于之宁处处招惹事端，恒哥何须受这份罪？这丫头越来越猖狂，这口气我实在是咽不下。苏州那边可传来消息，暂时还没动静，多派人盯着点儿，别在这个节骨眼上闹出什么幺蛾子传入宫里。父亲，阿宁都长这么大了，这就是阿宁，果然和国公爷说的一样漂亮端庄。童哥儿，快叫姐姐。大姐姐，我是许玉慧，你可以称我一声许娘子。祖母好，我是童哥，今年4岁了。哎呦，大哥真是好本事啊！不声不响有了这么大的儿子，大房总算后继有人了。不是你们想的那样。说来话长。大哥，人都进门了，还遮掩什么？大嫂都去了多少年了，你身边有个知冷知热的人，谁还能怪你程程？阿妮是个大姑娘了，肯定能理解的，对吧？哎呦，我的小孙子心肝宝贝。祖母，这位许娘子刚才好像有话要说，可别是误会一场。阿宁，你莫不是吃醋嫉妒了？有个弟弟能撑起大房门楣，那是好事儿。二婶哪里话？父亲身边有个人照顾，我高兴还来不及。父亲，这位童哥儿真的是您的孩子吗？阿宁，你这是在质疑你父亲，还是在怀疑许娘子的清白？你一个即将出阁的姑娘，插手父亲房中事，也不怕人笑话？阿宁，不得无礼！祖母，我不是不接受，只是这几年从未听父亲提过此人。父亲为人正直，若真是他的家事，断不会隐瞒至正南，这位许娘子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二婶怎么这么激动？难道二婶早就认识这位许娘子？我怎会认识？父亲，您另娶也好，纳妾也罢，女儿都支持，还请您当众说清楚，别坏了许娘子的名声才好。这位许娘子的丈夫是我麾下副将，4年前为国捐躯，临终前将妻儿托付于我照顾。原来如此，那许娘子便是咱们国公府的贵客了。大哥，这话可不能这么说，孤儿寡母跟着你进京入府，名声早毁了，咱们国公府得负责。父亲心疼袍牟遗孤，为人坦荡，一路上千万将士看着，许娘子何来坏了名声之说？莫非二婶是在质疑父亲的人品，觉得父亲会强占寡妇？我没那个意思。
那二婶是什么意思？难道是许娘子人品有坤，想要赖上父亲？不会说话就把嘴闭上。阿宁，既然你父亲回来了，大房的琐事往后便由你来安排。母亲，阿宁没管过家，不如还是我来，让许娘子住青云院，离大哥也近，方便照顾。阿宁及第了，该练练手。何况阿宁是主，你只是神母，管得太宽了。青云院太吵，蔷薇院清幽，就让许娘子暂住客院吧。那是客房，离正院太远了。本就是客，不住客院住哪儿？许娘子累了，带着孩子去歇息吧。父亲刚回，要陪祖母叙旧，就不留你了。阿宁，许娘子还是换我郡主吧，我们没那么熟。红烛，带客下去。盯紧他，不许他靠近父亲半步。大姐姐对个寡妇这么大敌意，太没人情味了吧？二妹妹若心疼，我把她安排到你芙蓉院隔壁如何？二弟妹，我回京路上听说不少浮光锦的事，这些年我不在阿宁身边，你就是这么照顾她的？大哥，那是误会。是不是误会？查了才知道。我已派人快马加鞭赶往苏州宋府，务必要个交代，给阿宁一个公道。大哥，你真是误会我了。这几年我对阿宁和楚儿一视同仁，谁曾想落得如此骂名？真相总会有大白的一天。父亲，祖母待阿宁极好，您不在的这些年，阿宁有祖母庇佑，一点也不觉得委屈。母亲，儿子在边关杀敌，未能守在您膝下，是不孝。正儿平安回来便好，保家卫国，我不怪你。皇上召虞国即刻入宫觐见。是。阿宁，到底是祖母没白疼你，懂事儿了。祖母，父亲立了功，皇上定有嘉奖，可那位许娘子不明不白地住在府上，万一影响了父亲续眉。阿宁放心，这事儿祖母心里有数，你一个姑娘家不必插手。郡主，春芽和云深已去贴身伺候许娘子了，东正院也严加防范，盯紧大门口，等父亲回来，看那母子俩动不动。郡主，真被您猜着了。国公爷刚回，许娘子就冲出来，说童哥病了，国公爷喝得醉醺醺，他竟想拉国公爷去客院。那父亲呢？春芽眼疾手快把他拦了，说大夫已经请了，国公爷醉得走路都不稳，哪会哄孩子，硬是把他怼回去了。这么巧，看来二房那边通风报信没少出力。青灵既然学好了规矩，便让他去二叔那边守着。这许娘子既然爱黏着人，就让她尝尝招惹错人的滋味。阿宁，昨儿没睡好，定是大哥回来，阿宁太高兴了。不是，是半夜听见孩子哭，折腾到后半夜，听得我心里发慌。阿宁，蔷薇院离玉秀阁那么远，你怎么可能听到？既然人都进府了，你也要学着大度容人。祖母，昨儿半夜春芽来敲门要对牌请大夫，说童哥哭闹得厉害，我心疼孩子，便跟着等了会儿，刚好碰见父亲回府，偏偏等到国公爷回来才闹。是啊，父亲都站不稳了，许娘子却非要他去哄孩子。一个4岁的孩子了，早不哭晚不哭。传许氏过来。许娘子，我已打算另寻落脚处给你，今日你便带着孩子自立门户去吧。老夫人，孤儿寡母在京城举目无亲，实在难以生存。母亲，孩子换环境哭闹也正常。许娘子柔弱，大哥可是亲口答应过要照顾他们的。宗主，昨晚是我慌了神，想找大夫却迷了路。许娘子，昨日是您趁奴婢不备溜出去的，奴婢说过有任何需要找奴婢便是。你个小丫头，怎么跟主子说话的？
一个借住的客人算什么主子？三更半夜不找丫鬟，找喝醉的国公爷，打的什么主意？老夫人怎能如此羞辱我？既然容不下，我们走便是。母亲息怒，这时候赶人，外头该说咱们余家不容孤儿寡母了。阿宁，是你误会了许娘子，还不快道歉？你也是当家主母，难道看不出她的心思？一而再，再而三的帮她，你安的什么心？非得给大房添堵才行吗？多谢二夫人体谅，我们这就……哼，装模作样。快去请大夫，把许娘子抬进里屋。阿宁，你瞧瞧，就因为你的猜忌，气晕了许娘子，传出去名声多难听。二婶既然这么心疼她，又这么顾及府上的卫生，不如就把许娘子接到二房去住吧，照顾起来也方便，省得父亲这个大男人还得避嫌。你说什么？阿宁多谢二婶替大房分忧，您放心，这母子俩的开销都算在大房头上。国公爷，今日这事是这样的。国公爷，我只是想要个栖身之地，别无所求。今日郡主之意，那我走就是了。正儿，阿宁并没有做错，是我提议让许娘子带着童哥出去自立门户，她不肯。母亲，正儿，我这也是为了许娘子名声着想。许娘子的丈夫尸骨未寒，你也不想童哥儿将来长大被人戳脊梁骨吧？再说京城治安严谨，许娘子是咱们国公府护着的人，谁敢欺辱？许娘子，如此安排是最好，你别多心。我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妇人，人生地不熟，将来童哥哥上哪儿去给他找读书先生啊？大哥，这不是把人家孤儿寡母往绝路上逼吗？宋氏，既然你这么说，这许娘子就交给你照顾了。若是让我知晓许娘子传出什么流言蜚语，我唯你是问。一家人嘛，互帮互助也是应该的。许娘子既要留下，那就丑话说在前头，不该去的地方不要乱闯。退下吧。正儿，大房空了多年，也该有个主母了。母亲此事不急，儿子常年在外，若是娶了亲，岂不是祸害了无辜的姑娘？大得皇上重用，如今战胜归来，若能帮着我家老爷多说几句好话，说不定老爷就能官复原职了。昨日我提过，皇上说要等苏州那边的案子查完再议。不过昨日户部尚书提了一嘴，要让苏州宋家迁来京城。怎会？那皇上怎么说？未曾应允，也不曾反驳。阿宁，皇上准许为父休养1个月，替你筹备婚事。稍后陪我去一趟谭家，可好？是，父亲。我原以为你是个聪颖的，就连阿宁都看出许玉慧动机不纯，你可倒好，几次三番阻拦。母亲，我只是为了名声着想，还敢狡辩？许玉慧一个女子，如何能准确拦住正根的马车？若不是阿宁机灵，今日又是什么局势还说不定呢。为了个许玉慧得罪大房，真是愚不可及。要是许慧败坏了国公府名声，这笔账统统算在你头上。儿媳一定会看住许娘子，等过2日就送出去。都怪许玉慧那个蠢货，勾搭的那么明显，活该被于之宁防着。父亲，阿宁不怪你。若是为父能早些回来，赶在你及笄之前回来，你就不会被逼抛绣球，选了个纨绔。其实景筛子除了名声有些难听，还没做过什么出格的事。皇上交了几桩差过交给他，我听说也去了苏州。景世子去了苏州，裴玄去苏州竟一点消息也没传回，原以为是被扣在宫里，竟是不声不响去了苏州。岳母，国公爷不必客气，快坐。谁人不知你刚入城就带了个女子在身边，高乍入府，连孩子都会打酱窑了，倒是潇洒的很。哼，于正南，你可有想过家中阿宁过的什么日子？舅舅误会了，
那对孤儿寡母是父亲副将临死之前托孤，并非父亲身边人。祖母已发话，会给许娘子找个安身之处，绝不会沾上大房。这是你父亲解释的。舅舅，父亲坦率，没有必要隐瞒。且许娘子的丈夫确实是父亲部下，那孩子若是父亲的，祖母怎么会不接受？千儿，我相信国公爷的人品，他没必要隐瞒。哼，国公爷专门带了上等人参来看我，你作为主家，怎能不尽地主之谊？好的，母亲。哈哈哈哈！你舅舅又不是个粗人，还能动手不成？为父是个将军，岂会吃亏？国公爷，童哥不小心拽入后花园池子，被呛了水，请了大夫来，人到现在还昏迷不醒。午后童哥偷偷跑出去了，许娘子一直没发现，是外院小厮发现落水送回来的。怎么没让大夫瞧？谁也不许靠近我的童哥哥！济国公府容不下我们孤儿寡母，我们走就是了，何必要对这么小的孩子下毒手？胡说什么？我没有胡说，有人亲眼看着一个小丫头引走了童哥，趁人不备将他推入水中。大哥，这许娘子带着孩子也不容易，再怎么说，对一个4岁的孩子，怎能下如此狠手？弟妹这是何意？凶手捉到了，是阿宁身边的青灵。小丫头趁人不备哄走了童哥，将人带到水边推了下去。胡说！阿宁今日一早就随我去谭家，怎会吩咐丫鬟算计？事发时就把那丫头捉住审问了，怎会有假？那依三婶的意思，是青灵招了。郡主，我只想安稳过日子，您针对我就罢了，怎能容不下我们？许娘子嘴上说的好听，却硬拖着不让大夫诊治，一身湿衣裹着，就是好人也要被你拖断了气。先看病，此事我定彻查到底。三婶，青灵呢？我这也是按规矩办事。那丫头嘴硬，被关在柴房了。你守在这儿。郡主，这死丫头不听话。混账东西！本郡主身边的丫鬟也是你能诋毁的？青灵，来人，把人抬回玉秀楼。晴儿，这是谁打的？是三夫人身边的槐花。三夫人带人强闯带走青灵，还让人看守此处，奴婢无能。不怪你，是本郡主这些日子太软弱，给他们脸了。快去请大夫。是郡主。郡主，你这是？这可是太后御赐，竟被槐花给摔碎了。拾起来，送去祖母那儿。郡主说，这玉佩是太后所赐，被槐花摔碎了。胡说，定是栽赃。三妹妹不在现场，怎知不是槐花？三婶今日强闯玉秀阁，这玉佩在内室碎了，不是槐花，难道是三婶？佛珠也摔了。大姐姐，这么贵重的东西，你怎么不好好保存？二妹妹的意思，贼进了屋，竟是主子的错。大姐姐，别以为大伯回来了你就……御赐之物，若太后召见问起，孙女不知如何回应，求祖母明示。把三婶喊来。阿宁，我是为了公事找青灵，你这是故意栽赃。三婶，青灵可招了什么？青灵那丫头自然是承认了。审问时可有人证？我要亲自问。夫人，救奴婢！放手！阿宁，就是一个丫鬟而已，你又何必这么斤斤计较，伤了咱们的亲情？祖母，三婶平日不长家，今日却突然插手大房的事，若不查清，外人还以为青灵是受我指使谋害质子。孙女要个人证，有何不妥？阿宁，你怎么能这么和你祖母说话呢？将槐花给我拖出去，狠狠的打！母亲，今日审问青灵的人呢？一个个都给我找出来！阿宁，人都打晕了，你的心也太狠了！
槐花的命是命，青灵的命就不是命了吗？青灵还那么小，浑身是伤，三婶可曾想过手下留情？大哥，阿宁当众质疑我，这些年我对他掏心掏肺，如今你回来了，他竟越发不敬重我这个三婶了。大伯，一个丫鬟而已，大姐姐太较真了。父亲，当初那件惹出祸事的浮光锦，就是三婶这么多年唯一次专程送给女儿。可有人亲眼看着青灵推童哥？自然是有，汪婆子亲眼所见。堵住嘴，拖出去杖毙！国公爷，老奴知错了，求开恩啊！老大，这会不会太严重了？母亲，儿子才回来3日，出门一趟，阿宁就遭此污蔑，着实令儿子寒心。太后的玉佩和佛珠是头等大事，你若解释不清，就报官吧。母亲救我！是儿媳听信谗言，误会了阿宁，儿媳知错了。槐花手脚不净，损坏御赐之物，杖毙！汪婆子污蔑主子，杖毙！阿宁，你说怎么办才能解气？二妹妹学过管家，你觉得该如何处置？我怎知？抄家规千遍。听父亲，三婶日后可要谨慎，若传出难听话，影响了2位妹妹说香，可就不好了。是。母亲，许娘子心思不正，还是尽快挪出去，给些银子打发了。此事我心里有数，你不必插手。阿宁，明日为父给你挑几个会武的丫鬟护身。多谢父亲。去告知三老爷，半个时辰后去书房等着我。去给许娘子收拾行李，送去溪流胡同，再将房屋地契一并取出送给她。是，老夫人。你告诉她，托孤而已，别把自己当回事儿。送去庄子上。祖母放心，这玉佩我会亲自向太后解释，定不牵连国公府。至于佛珠，我回屋再找找。走吧。夫人，奴婢问过了，那玉佩是郡主亲手摔碎诬赖槐花的。这事儿若传到太后耳中，于之宁若不承认，谁也拿不出证据，搞不好还以为咱们2房3房合伙针对他呢。许玉慧这颗棋子，竟3天就废了。二夫人，我家夫人说三老爷被叫去书房了，请您劝劝二老爷去说个情，可别真怪罪到3房头上。告诉三夫人，国公爷正在气头上，晚些时候我会劝二老爷去的。童哥刚从水里捞出来，你们怎么忍心赶走我们？国公必须给我们个交代！阿宁，孩子身子还没好，怎能一点人情味都不讲？二婶，是祖母命我监督许娘子离府的。二婶若觉得不妥，尽管去找祖母。地契银票都在这儿，青灵没推人，是童哥自己失足。三婶正抄着千变家规，来花和王婆子刚才被杖毙抬走。你若还不服，咱们就报官。收拾行李，趁天黑前送他们走。再拿10两银子请大夫，让童哥尽快好起来。谁若敢在背后诋毁父亲，不必回禀，直接报官。阿宁这阵子变化不少，真让人刮目相看。被算计多了，总要长点心眼。二婶，父亲正今日之事迁怒三叔，也不知三叔被审问时会不会承认是被人怂恿。母亲的脸色怎么这样难看？许之宁这丫头越来越精明了，防着许慧就跟防贼似的，根本不许人靠近，我拿她一点辙都没有。母亲，等浮光锦的事解决完，在秋后算账也不迟。糊涂东西！大哥回来3日，却迟迟不肯来探望我，定是因浮光锦和沁楚抢婚的事生气了。老爷，是妾身的错，妾身知错了。大哥是个心软的，等阿宁嫁出去，再将许玉慧接回来，先安顿。一切等浮光锦的事解决完再说。
随我去书房。二哥，大哥，我不在府上，你们就是这样对待阿宁的吗？大哥，我少在这狡辩！阿宁过的什么日子，真当我不知情吗？国公爷，苏州那边来消息了。进来说话。国公爷，景世子找到了12绣娘的家眷，已确定这浮光锦乃是苏州宋家专程定制。景世子和傅大人已押解宋家120多人进京，这会儿已经进宫了，都入宫了。别怕，我会给你用最上等的祛疤药，保准不留疤。奴婢贱命一条，不怕这些。胡说，你是玉秀阁的丫鬟，不是贱命。等你伤好了，我便升你做大丫鬟。奴婢一定誓死效忠郡主。郡主，外头都在骂宋家草菅人命，二夫人急晕了，二姑娘哭得眼眶通红。真相大白，罪魁祸首自该承担代价。祖母那边呢？老夫人那儿倒没什么动静。皇上下令，宋家贬为庶人，3代不准入室。主谋宋夫人杖打30。至于那12个绣娘，宋家需赔偿每家3000两银子。不过宋家一力承担了罪名，说你并不知情，此事官府便不再追究你。既是误会，解释清楚就好。哼，宋家受罚了，可阿宁受的委屈还没个交代。既然和二婶无关，那此事便作罢。阿宁宽容大度，二叔单独补偿你1000两银子。多谢二叔。既已落定，日后谁也不许再提。宋家虽是亲戚，但行事残忍，你们少沾染。散了吧。曾给宋家送信，许诺给宋家姑娘一个贵妾身份。老爷，这也是母亲的意思。糊涂！宋家大夫人在信上以此威胁，要送2个宋家姑娘进府求照料。现在满京城都躲着宋家，他竟还敢往国公府塞人。这2个姑娘若折腾出什么花样来，宋氏可别怪我没提醒你。母亲放心，儿媳定会严加看管。我还没嫁呢，先是一个谭十里，现在又要弄个宋家女当贵妾跟我一起进晋王府，这算什么？浮光锦的事是宋家死扛下来的，闹起来，莫说你能不能嫁，我这条命保不保得住都两说。郡主，今早丹菊去西流胡同见过许娘子了。贼心不死。一不做二不休，直接解决掉。奴婢明白。祖母，时候不早了，孙女和三妹妹要去顺安侯府赴宴了。听说今日京中贵女都会去呢。唉，可惜大姐姐没有帖子。呀，大姐姐不去吗？报！太后要去缙云台山祈福2日，指明要郡主一同前去，马车就在府外等着呢。2位妹妹再不走，可要迟到了。祖母，孙女这就去准备。好，好啊！快去，一切小心，莫要招惹太后。
莫要惊扰太后。他那个脾气，早晚会被太后嫌弃的。呸！走。这几日的事，哀家都听说了。既来京城，来日方长。哼，可京城那些夫人看靖王府脸色，不敢给郡主下帖子，实在过分。眼皮子浅薄的东西，当年在宫里靠下三滥手段熬出头，还真当自己是德高望重的老太君了。敢在哀家脸上踩，哀家要他哭都哭不出来。阿宁，这位是镇国公夫人，和你母亲关系不错。见过柳夫人。郡主果然俊俏，难怪太后喜欢。哀家听说镇国公世子和顺安侯府嫡长女定下婚约了。顺安侯，太后偏选在顺安侯老太君大寿这天来祈福，这是恼了侯府啊！皇上最听太后的，顺安侯这仕途怕是到头了。阿弥陀佛，见过太后。我佛慈悲，问界大师可在？回太后，师叔早已等候多时。太后，大师不必多礼。听闻大师能补前程，我想问问小儿。林公子是个有福气的，将来定有贵人相助。过了双10年才遇正缘，切勿急躁。这位大师出现的也太巧了。听闻柳夫人他们在山上遇见问界大师，亲自解惑呢，这可是难得的机会。家里的事儿正愁没处太夫人，今日您80寿辰，大家都来沾喜气。太夫人，府上有急事，我得先告辞了。李夫人有心了，快回去吧。太夫人，夫人们都去金云台山求问界大师解惑了，是徐太后带的头。早不去，晚不去，偏偏这个时候去，欺人太甚！本宫是来祈福的，你们竟敢阻拦！太后有令，不许多人打扰问见大师。诸位，回去吧。可见一面大师也成啊，嬷嬷行个方便。太后有令，任何人不得擅自上山。听闻顺安侯府今日没给长宁郡主下帖子，难怪刚才那些夫人都进来了，偏偏到了他们这儿。太后这是给郡主出气呢。你真的没给长宁郡主请帖？儿媳疏忽了。蠢货！今日脸都被你丢尽了！回府！太后真是老糊涂了，竟对于之辉这般好。不过她今日怕是把全京城的夫人都得罪光了。二姐姐，你若是下去求求情，苏嬷嬷会不会给3分薄命？二姐姐，咱们真不上去。那苏嬷嬷可是贴身伺候太后的，要是能在她面前露个脸，我无所求，上山又能如何？苏嬷嬷连舒太妃的面子都不给，又怎会给我面子？我才不会把脸送去给人践踏。调转车头，回府。
太后，刚才镇国公夫人已经带着人下山了。她倒是个动作快的，趁哀家不备偷占姻缘签，问界那老和尚给了个娶妻不贤祸及3代的下情，他能不乱分寸吗？知宁，明日你便随哀家的銮驾回城，哀家倒要看看谁还敢在背后嚼你的舌根。郡主，这近日各家送来的帖子，有张大人家的赏花宴、郡主府的满月宴，还有各府的寿宴，请郡主过目。红烛，收下吧。郡主，听说2姑娘和3姑娘昨日灰溜溜回来就称病不出，靖王府那边也请了太医。太后这番抬举，看以后谁还敢小觑您？郡主，还有一桩奇事，今日上午。镇国公夫人亲自去顺安侯府退婚了，说是问界大师占过2家八字不合，气得侯府夫人当场险些晕厥。顺安侯府与靖王府合谋孤立我时，就该想到有今日。溪流胡同那边可有动静了？回郡主，按照您的吩咐，魏林扮作阔绰的世子爷，故意在许玉慧门前漏财。那许玉慧果真上钩了，为了遮掩身份，他竟让童哥喊他姐姐，以此掩人耳目，勾搭魏林。那许玉慧恨不得马上就攀上魏林这棵高枝，急不可耐的很。他本就是个不安分的，既然他想攀高枝，那我就送他一程，以许玉慧的名义给父亲送封信，引父亲亲眼去看看。等许玉慧被拆穿打发了，就让魏林去庄子上躲躲，暂时别露脸。长姐。全京城都在传燕姐儿八字差，没福气。镇国公府说退就退，以后谁还敢娶她？好端端的，怎会传出这种流言？还不都是昨日金云台山闹的？不止如此，皇上今日早朝还揪着侯爷一点小错狠训了一顿，这定是太后授意的。若咱们为了个鱼之宴跟太后闹僵，白白便宜了旁人，那恒哥儿的未来，裴玄那个混账，怎能与我的恒哥相比？那便暂且忍了这口气，等恒哥日后大权在握，再收拾那丫头也不迟。准备帖子，明日邀长宁郡主入府叙旧。大姐姐来啦！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祖母，阿宁，昨儿靖王府下了帖子，邀你和楚姐儿过府做客，一会儿你收拾下，跟着楚姐儿去吧。大姐姐，定是为了太妃寿宴那天的事，专程给你赔罪呢。这上面可没写我的名字。靖王府送信的人特意点了名，要你我姐妹一同入府。那日太妃亲口说，此生不许我踏入靖王府半步。我堂堂国公府嫡女，怎会这般没脾气？不明不白的帖子，我不去。大姐姐，你要驳了靖王府的颜面。阿宁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不可任性。若要赔罪，让靖王府的人亲自来国公府当面赔罪。大姐姐糊涂了，咱们国公府哪敢得罪靖王府？父亲是圣上器重的立功将军，靖王府却接连被训。若真重视咱们，岂会如此敷衍？二妹妹没骨气要去巴结，可别拽上我。阿宁说的对，这帖子确实不重视咱们国公府。祖母，许是太妃着急，才忘了写名字。昨日镇国公府刚退了顺安侯府的亲，傍晚顺安侯夫人就去了靖王府，紧接着帖子就送来了。祖母，他们是想让我去太后面前当说客，保住那门婚事。原来是想拿阿宁当枪使。来人，把帖子送回去，就说郡主得了风寒，不便出门。王妃，余家把帖子退回来了，说郡主得了风寒，还说若要赔罪，得请王府主子亲自登门。不识抬举的东西！
母亲，他摆足了架子，难不成咱们真要去国公府？我记得裴恒在林州时，这丫头曾给他写过几封书信。若不是后来改娶于宁楚，婚事本该是他的。是有这么回事。裴恒年轻有为，哪样不比裴玄那个混账强？若于之宁成了靖王府的儿媳，我倒要看看太后还如何偏袒。到时候她还不得乖乖在我膝下讨生活？让恒哥去一趟国公府赔罪，趁着景王府还没回京，把婚事拨乱反正。先委屈于运处等2年，等日后大权在握，再纳他入府也不迟。祖母所言极是，孙儿听从您的安排。自从断了婚约，太后便处处针对我，将功劳全给了裴玄，就因为他要娶于之宁，这口气我如何能忍？成大事者能屈能伸，如今局势不利，待日后大权一握，再找补回来。祖母教训的是，这辈子他还没被人掳走过，干干净净，先娶回来。若实在不行，我便故技重施，让他死后空出位置。可谭家姑娘才是赐婚的世子妃，她未必肯让位。阿宁最是在乎我，我可以让她做平息，她定会同意。郡主到。阿宁，你是为了请帖的事生我的气？靖世子慎言，请叫我长宁郡主。我是带着厚礼来向郡主赔罪的。景世子到。脱胎换骨，他竟像换了个人。长宁郡主，景世子，近日繁忙，多有失礼，特不上聘礼。这太贵重了。景王府能娶到郡主，是三生有幸，这些不算什么。是啊，若不是定下这门婚约，太后也不会爱屋及乌，事事偏袒。靖世子言之有理，郡主对我而言确实是福星。长宁郡主，可否借一步说话？你们未成婚，私下亲密有损郡主名声。众目睽睽，又有丫鬟在场，我们既是未婚夫妻，说几句话何来越矩？景世子说的是，阿宁，你去吧。这些日子不在京城，你受委屈了。今日来是有一桩事提醒你，靖王府的人快回来了，有些事你不必忍着，尽管派人告诉我。今日就是专程来告诉我这个的。当初虽不知你为何要我抢绣球，但既抢了，也是我心甘情愿。阿宁，你且记着，不论何时，不论旁人说什么，你只管信我。我知道，景世子不必多解释。从世子接下绣球后，我便是认定世子，将来成婚必定一心一意，绝无二心。老夫人，郡主说身子有些不适，先回玉秀阁休息了。这赔罪礼我代阿宁收下了，靖世子不必往心里去，两家毕竟还是未来亲家。郡主，老夫人派人送靖王府的贺礼来了。去祖母那儿说，这里就不必送来玉秀阁了，省得传出去误会，就当是我孝敬祖母的。老夫人，今日国公爷去西流胡同看童歌，却见那许娘子衣衫不等的和外男纠缠，言语放荡。什么？原来童哥根本不是他的儿子，而是他的亲弟弟。那孤儿寡母的身份，全是骗人的。是儿子疏忽了，险些被骗。你常年在外，不知这些歪心思。
日后当个陌生人罢了，不必收回屋子，犯不着纠缠。他们，童哥病了，我要见国公爷。混账东西，别弄脏了国公府的地盘，快滚！徐娘子，你在西流胡同厮混的事儿，国公爷都看见了。用弟弟冒充儿子，国公爷是看在你死鬼丈夫面上不追究，若再闹，直接报官，治你个招摇撞骗、羞辱门楣的死罪。徐玉慧，这只是开始，去盯着他，不能让他再坏了大房的规矩。奴婢明白。许玉慧昨晚失足落了水，虽被救起，却吓得连夜逃出了京城，如今不知所踪。怎么会突然勾搭男人，又急着落水跑路？老爷，这于之宁……你少折腾幺蛾子！许玉慧是他命短又贪心，我现在还没复职，全指望大哥那边。你若再惹事，看谁能救你！长宁郡主真是清丽脱俗，连景王妃回京后都指明要见见你呢。裴玄说的麻烦来了，承蒙柳夫人抬举，这赏花宴一定到场。柳夫人好，家中还有琐事，便不多留了。听闻镇国公府景色优美，尤其府上还种了不少名桂花，不知可否有幸到府上长长眼？不知三姑娘喜欢什么花？海棠，还有芍药。这不难，一会儿我让人给你送来几盆。够了！兰姐儿是国公府的姑娘，怎么眼皮子这样浅薄？看不出柳夫人是不想给请帖吗？母亲，兰姐儿只是单纯想赏花。她那浮躁的性子能懂什么花？后花园里的花可来看过几次？大姐姐如今也是心想事成了，终于有人下请帖了。阿宁初来京城未必懂规矩，不如让楚姐儿跟着提点。我听说那日宴会，靖王府一家也去。那日请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家，二叔至今官职未恢复，二妹妹若是不怕被人指指点点，我倒是无妨。宴会多的是，楚姐儿就别去凑热闹了。郡主，昨儿半夜马车就被人动了手脚，连送来的早膳都有凹气。二房三房真是等不及看我丢人。多带一套干净衣裳。祖母，我想了想，还是邀您一块儿快去镇国公府，有您在，子女才能安心。如今父亲带着功勋回来，任谁见了您都要客客气气，况且柳夫人当日也邀了您。好，那便依你。母亲这是要去哪儿？自然是去参加赏花宴，二婶和二妹妹也要出门。母亲怎么二婶脸色这么难看？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母亲，这马车不宽敞，您用我这一辆吧，这是新修过的，舒服些。还是二婶想的周到，多谢二婶让出马车。老夫人要去宴会，怎么没打听清楚？上来吧。母小心！这是怎么回事？郡主，马车失控了！郡主，前方有草垛，马疯了，控制不住，快跳马！老夫人，老夫人！阿宁，你没事吧？祖母，你没事吧？好孩子，祖母没事。这长宁郡主真是孝顺啊，竟以身为殿。刚才那马车太吓人了，多亏了郡主。国公府的马一向温顺，今日宋氏非要换车，马就疯了。宋氏，你竟敢明目张胆算计我的命！祖母，孙女派人给柳夫人传话，咱们回国。我不碍事。今日是你第一次参加大宴，岂能缺席？走，咱们去镇国公府，这账回去再算。
听说了吗？刚才国公府马车惊了，长宁郡主舍身救老夫人呢。母亲，马车怎会出事？不是换了吗？母亲，儿媳听说马车出了意外，您可有大碍？幸亏阿宁救了我，否则这条老命怕是要去了一半了。儿媳也是意外。许是马儿不识京城的路，惊着了，不碍事。景王妃，那位便是长宁郡主，给景王妃请安。好孩子，果然蕙质兰花，也不怪玄哥整日惦记，能娶你是他的福气。这位王妃刚回京就说裴玄惦记我，这话若是传出去，便是私相授受。景世子本就是个不着调的，容貌好的姑娘，他哪个不惦记？若是玄哥这2年做了什么荒唐事，是王府疏于管教，我这做母亲的在此给诸位赔不是。郡主，刚才听柳夫人夸你稳重端庄，玄哥性子野，日后进了门还要郡主多多管束着点儿。王妃这话折煞我了，我与世子只见过几次面，世子尚有父母教导，阿宁哪能僭越？王妃多虑了，世子近日被皇上带在身边，前阵子办案还得过夸赞，想必已收敛了性子。那是好事，玄哥儿娶你是福气，太后重用他，说到底你是我们王府的福气。我听说郡主自小在林州长大，回来可还适应？习俗都大差不差，倒是瀛州离京城10天路程，王妃辛苦了。谈不上辛苦，只唯恐耽搁了你们婚事。过些日子就要下聘了，你可有什么要求？我多年不回京，没多少经验。下聘本该问长辈，他当众问我，是想坏我名声。王妃问我下聘的事，祖母、孙女不懂，这一个闺阁姑娘哪懂这些？王妃若有不解，大可和我这老婆子谈。是我冒失了，郡主别往心里去。郡主，良禽择木而栖，只要你点头，靖王府不计前嫌，仍可娶你。那是穆青柱，先王妃定的娃娃亲，她在王府长大，是王爷的心头肉。你若嫁过去，处境必定艰难。那位就是穆大小姐。庄妃姑娘，你就是长宁郡主吧？我是穆青初。穆姑娘，穆姑娘英姿飒爽，王爷疼你如亲女，绝非深闺娇养的小姑娘能比。我记得穆姑娘和景少子是有娃娃亲吧？什么？穆姑娘和景少子有了娃娃亲？那咱们家阿宁怎么办？景王妃，这穆姑娘当真的和景世子有了娃娃亲？那都是小时候先王妃给定下的，并无一纸婚约。这么说，这事儿是真的了。景世子和穆姑娘有婚约在身，阿宁，你怎好和景世子成婚？宋氏，母亲，阿宁这是被景世子给骗了。当初抛绣球说好了，身无婚约者才可抢，景世子明知有婚约，还来捣乱。阿宁，若真如此，这门婚事便不能要。我让你父亲入宫求退婚。不妥不妥，这门婚事是太后所赐，又是玄格儿亲自求旨，说明玄格儿极喜欢长宁郡主。赐婚在先，怎能委屈了郡主呢？景王妃这么说，莫非是景世子从前就和您说过心仪我？郡主这般和景王妃说话，是不是有些欠妥？谁不知景王妃是个计士，从前和景世子闹得极不愉快，一而再的说这些令人误会的话，是真傻还是装傻？那时玄哥儿年纪小，我不计较。你不计较，便来为难长宁郡主。这年头口头娃娃婚多的是，明知长宁郡主不日就要嫁了，还扯这些，存心膈应人吗？若是口头婚约有用，你女儿凭什么嫁给靖王世子？当年定亲的可是长宁郡主，要怪就怪靖王府开了失信的头，逼得长宁郡主抛绣球，才有了这缘分。若是长宁郡主愿意，我靖王府愿履行承诺娶郡主。哼，你这丫头是个实诚的，从入京就被人算计。有些人什么好处都想占，真当自己是香饽饽。我和靖王世子确实没交情，此生绝不踏靖王府半步。至于穆姑娘的婚约，与我没关系。若穆姑娘还认这门亲，冤有头债有手，找当家的女子便是。王妃真要心疼穆姑娘，可以入宫禀明太后。可你占了景舍子妃的位置，我未嫁，何来占？就是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哪家不入流的妾室找上主母要名分呢。
若是郡主愿意，也可效仿晋王府，既不失约，又能守住婚约。我未嫁，这事儿轮不到我点口。若太后和晋王府都同意，我没意见。阿娘，你糊涂了，万一太后真的答应……祖母，孙女不是个不能容人的。此事还是算了吧，闹到太后那儿，谁也得不到好。万一退了婚就不好了。王妃别误会，无论什么结果我都认，绝无迁怒之意。穆姑娘若能得好归宿，我替她开心。既郡主这么说，那晚些时候我便入宫禀明。郡主如此体谅，我代靖王府先谢过了。阿宁既然这么说了，那便是认了此事。景王妃，我们余国公府一言既出，绝不反悔。这么多人看着呢，郡主亲口说不会闹，我们可都是证人。于之宁这个蠢货，竟然当众给自己挖坑。这天色不早了，王妃若要进宫，还是尽快，好让我们听听好消息。柳夫人，清浊先托付给你照顾，我先行入宫。大姐姐，一会儿要是求来嫔妾的赐婚，你可别难过。实在不行，你就退婚吧。阿宁，你也太自信了，万一太后不帮你呢？凡事讲究先来后到，人家穆姑娘是先王妃定的。依我看，你一会儿就去道个歉，省得以后嫁过去受气。这叫什么话？阿宁是国公府嫡长女，又是郡主，怎能屈居人下？我这不是为她着想吗？二婶放心，若口头婚约真的有效，我第一个要追究的就是靖王府。云墨，既然穆姑娘有心讨教，不必留情。是。好大的胆子，竟敢伤我！抱歉，我家侍女为了护主，惊扰了大家。这穆姑娘太冒失了，竟明目张胆挑衅郡主，真没教养。许是穆姑娘想展示一下，并无恶意。长宁郡主莫误会。我只是听说余国公虎父无犬女，想必郡主也懂武功，有心切磋。阿宁自小身子孱弱，从未习武，那真是可惜，没得到国姑真传。不知郡主擅长什么，琴棋书画还是诗词歌颂？穆姑娘未免太不能容人，郡主可没得罪你。长公主，我只是性子直，想和郡主交个朋友。我倒是没什么，只是穆姑娘没轻没重，吓着我祖母和几位夫人了。祖母，孙女陪您回去歇息吧。不能走，景伯母还没回来，再等等。若是身子不适，去偏房歇歇也好。老夫人，我这就安排客房，派人请大夫瞧瞧。老夫人确实受了惊吓，服下这碗安神汤，静养便可。穆姑娘性子飒爽，老夫人大人有大量，别跟孩子计较。罢了。2个时辰了，景王妃还没回来，这天都要黑了，要不准备晚膳？都在京城，不必急于一时。阿宁，咱们先回吧。若有消息，王府定会派人告知。今日马车是你准备的，怎会突然发疯？母亲冤枉，马车失控，我也不知情啊。祖母，是阿宁不该央求您去宴会，否则你也不会受惊。母亲，那马车原本是我自用的，想着宽敞才给了你。二婶今日没受邀，却打扮整齐在门口等着，马车又换得突然，难怪祖母怀疑。回老夫人，原因找到了，是马儿吃了发狂的药。你说什么？被二夫人换掉的那辆马车也发狂撞死，兽医查验同样是吃了发狂的药。好个宋氏，2辆车都动了手脚，你自己却坐靖王府的车避开，你当真歹毒！不可能，定是有人栽赃。谁能拿命栽赃你？查，把昨夜去过马房的小厮全部抓起来。老夫人，那喂马小厮招了，说是误将草药撒进肥料，可他话没说完就服毒自尽了。于正清动作倒快，这么快就杀人灭口，断了线索。误食，这种鬼话谁信？
你管家不当，险些害死老身。从今日起，把账房钥匙全部交出来，由老身亲自管家。是。今日受委屈了，景马的事，为父定会彻查到底。父亲，祖母说家和万事兴，既然判定是小厮的错，便不必再追究了。只要祖母平安，阿宁受点委屈没关系的。勿放草药，小厮自尽。于正清，你当我是3岁儿童吗？好孩子，快歇歇吧。去给几位大人送信，明日早朝不必再给二老爷求情了。国公爷，二爷已经衔赴粤语，尚书的位置要是再空下去，少废话，快去！景王妃可是身子不适？